这是哪儿？好饿。醒了，离婚报告我打好了，你签完字，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回城里。什么情况？我这是穿越了？80年代家属院里闹离婚的娇小姐还绝食，原主有病吧？干什么也别为难自己啊！我一个顶级大厨，难道就要这么饿死了？不想和我说话也可以，签字，明天你就再也不用忍受大西北的贫瘠了。还好便宜老公有点小帅，不亏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食物，我的救命粮食！果然，他就是这么想离婚。我不离了，我要吃饭。好嘞，你又耍什么把戏？不是你豪着说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？我反悔了，不行啊！开玩笑，我人生地不熟，出去不得饿死？傻子才离。这破玩意儿你拿去引火，我不走了。不仅不走，我还要把这破屋变成全西北最舒坦的地方。怕不是吃错药了？随你，别去驻地找事，我下午有训练。我吃饭怎么办啊？哼，不管我拉倒！想我堂堂大厨还能饿死？开什么玩笑！地狱开局啊！这食材也太少了吧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哟，还喘气儿呢！我瞧着人家魏副院长出门脸黑的跟个包公似的，咋着？还没收拾铺盖卷滚蛋呢？你说你一娇小姐赖这干嘛？就是你！之前我闹绝食也是你传遍整个家属院的吧？敢做还怕人说啊？我这是关心你。你那嘴咋跟老太太棉裤腰似的那么松呢？愿意传闲话你咋不去广播站？哦对，我忘了，您那嘴臭的跟旱厕似的，万一被广播传出去，全营都得跟着遭殃哟。你不识好歹，我那可是好心关心你。我谢谢您，真关心我就上一边嗑瓜子去，别堵在我家门口弄脏我家地，赶紧滚蛋！哼，你个作精，活该你在这破屋里吃沙子。讨厌的人终于走了，现在是属于我的战场了。高端的美食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。饿了一天的何师傅穷尽毕生厨艺，没过一会儿，小小的土屋里就飘出了让人垂涎欲滴的浓郁香气。妈，啥味道啊？香死我了！谁家在吃肉？太香了！胡说啥呢？咱这都半个月没见肉腥了，哪来的？哎，这味道是魏家传出来的。真香！妈，肉，我要吃肉，香不香？香，想不想吃？香，想吃让你妈做去，我不给，馋死你！妈，我也要吃。这小浪蹄子，没想到还有这一手。大宝乖啊，妈给你熬粥。还行，穿越过来手艺没丢，接下来就看我那个老公是什么反应了。也不知那女人又要搞什么名扬，若是再撒泼打滚，明天就是绑，我也要让人将她绑走。这是我家？回来啦，洗手吃饭。饭哪来的？反正没人送，当然是我做的。你不信拉倒，爱吃不吃，正好我明天当早饭。放心吧，没毒。这真是你做的？你不是说厨房脏你的手吗？我顿悟了不行啊，之前被饿傻了不行啊，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吃还堵不上你的嘴。这女人转性了，还是另有所图。不过这手饭菜倒是出人意料，比食堂大师傅做的都好。你吃着，正好我和你说点事儿。果然来了。说吧，我就知道你无事献殷勤，没安好心，想干什么？我在你心里就这样啊？你觉得呢？好吧，之前是我有些过分，不过现在既然不离婚，咱们日子就得好好过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废话，当然是好好吃饭啊！厨房里一点油水没有，里面也快见底了。咱俩明天喝西北风还是啃黄沙？这女人真打算认真过日子，看神情倒不像是装的。我准备明天去趟集市添这些东西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有，我身上就这些，下个月津贴5号才发。够了，姓魏的你就瞧好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研究院都得羡慕你娶了个好媳妇儿。你说啥？
吃你的吧。没想到这便宜老公还是个天然呆，真搞不懂他是怎么当上研究院副院长的。吃完别忘了刷碗啊。这女人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第二天，我按着记忆来到大院，登上后勤采买的大卡车一起赶集。同车的还有家属院不少妇人。昨天那个讨人厌的张大嫂也在。哟，这不是何妹子吗？咋着？你这娇滴滴的城里大小姐也舍得去集上吃黄沙啦？张嫂，你家铁蛋昨晚没闹肚子吧？闹什么肚子？他昨晚趴我家墙头咽口水，哈喇子流了半斤多，我就怕他喝多西北风伤胃呀。呸！你少嚼舌根儿！我们家铁蛋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？谁稀罕你那张破饼？是吗？那今天张嫂可得多买2斤肉，别让孩子再趴墙头，万一失足掉下来磕掉门牙，到时候还得找我要医药费呢。这何淑妍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牙尖嘴利的，可不是嘛？昨晚也没听见他家吵架，看样子是跟魏院长和好了。和好就好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床头吵架床尾和呗。集市到啦！懒得搭理张嫂那个大喇叭，车子停稳，我直奔集市溜达。一路上走走看看，到处全是山货，半点油水都找不到。这80年代大集也太原生态了，想买的东西一样没有。血腥味儿，有肉。羊肉咋卖的1块2一斤，带2两肉票。也太贵了吧！走了，那边5毛1斤大骨头，咱们买那个去。价格是真贵，魏征抠抠搜搜就给那点钱，压根不够买正经羊肉。哎，那是啥？大爷，下水怎么卖的啊？下水？哟，我还以为城里人天天吃龙肝凤胆呢，感情对这没人要臭烘烘的下水感兴趣啊？没人要，大爷当真？闺女，你要是买2斤羊肉，下水白送你都行。这玩意儿腥气熏人，没人稀罕。我不买肉，1块钱，这整盆下水外加旁边剔干净的骨头，我全包圆。啥？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大家都来看啊，这就是城里来的娇小姐，把自家男人逼得要离婚不说，还买这种烂肉回去给男人吃。这姑娘模样挺俊俏的，咋不干人事呢？我还以为她和魏院长和好了，感情是憋着坏呢。那下水里都是埋汰东西，她也能下得去手。姑娘，你真要啊？要，都给我装上。作孽呀，何淑妍，你就等着魏院长回去把你这堆破烂全扔了吧。我这是破烂，你买的啥？猪屁股？放屁！我这是上好的后葱肉，肥肉太薄，瘦肉发柴，一看猪皮就知道是2、3年的老猪，回去煮了也不怕熏死你。我这再次也比你买的下水强。哟呵，敢赌吗？赌啥？就赌我能把这下水做的香飘十里，把你儿子馋得半夜啃墙皮。放屁！你输了咋整？我输了卷铺盖滚蛋，你输了就把咱家属院的旱厕全都扫干净就行。赌了。回家第一件事，我就是要把这羊下水好好处理干净。而张大脑压根不消停，马不停蹄跑去研究院，把我买臭下水的事添油加醋，挨个乱说。副院长，嫂子这是要毒死你啊！不至于吧？副院长不是都答应离婚了吗？魏院，要不你还是回家看看吧，别真出什么岔子。是啊，魏院长，你快回去管管他吧，不然咱们整个家属院都要被他家的臭下水熏得臭气熏天了。走，回去。可惜了，魏院这么好的人啊，竟然找了这么个媳妇儿。谁说不是呢？用羊下水做菜，咋寻思的？羊下水，这边还有人会做这个，有意思了。何淑妍，你在干什么？洗肉啊！我把全身的钱和票都给了你，你就买了这个，扔了。魏院长，咱俩昨天说好的，你给钱，我当家，这才过了1个晚上，你就要反悔？你当家？你当家就是去买了一堆这些东西？这玩意儿现在是臭，要是待会儿把它变香了呢？你要是能把这盆下水做香了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。哼，你敢蹬我？放下！魏征，今天这下水我要是做不到让你求着多喝1碗，我明天就签字离婚，卷铺盖滚蛋，绝不赖在这儿。你敢蹬我？你他妈属复读机的，听到我说的话没？要是你觉得好吃，以后这个家衣服你洗完你刷，还得给我道歉。哼！魏征走了，走的时候他嘴里还念叨着那4个字。也许是向来身居高位的他，还真没有被人蹬过。不过我也顾不得那些。洗完下水之后，熬汤炒料，
一切在我的手中有条不紊进行着。至于院外那些妇女的议论，我只当没听见。哼，等会儿有你们淌哈喇子的时候。那姓何的胆子可真大，连魏院长都敢登，我看就得叫人把他抓起来。魏院长一定很气吧，真是可怜。算了，等何淑妍搞砸之后，他也没脸待在这儿了。挺好的小媳妇儿，怎么就……哎，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妈，又是他家，我闻到了，我要吃。妈呀，这啥味儿啊？咋这么香？不会是那些下水做出来的吧？有点洋山味儿，就是下水。它是咋做的啊？这么香，真馋人啊！乖啊，大宝，回家妈给你煮肉吃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吃他家的。哎呦我天啊，这咋门牙还磕到了？我就说吧，少趴墙头，牙磕没了吧？可别找我要医药费啊！小何媳妇儿，你这做的是啥呀？咋这么香？羊汤大饼，香吗？不是你们说下水是臭的吗？真是下水做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这拎着饭盒是去给魏院长送饭，魏院长找你这么个媳妇儿，真是有福了啊！一般般吧，走了。对了，张嫂，方才我瞅着一只野猫从你家院子叼走一块肉跑了。哎呀，我的肉！跟我斗！同志，研究院重地，闲杂人等谢绝入内。我是魏征的家属何淑妍，来给他送饭。魏院长的媳妇儿，不说是个做精吗？还来送饭，看模样不像啊，还挺漂亮的。两位，能帮我通知一下魏院长吗？抱歉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而且还没到晚饭。这研究院这么严，再晚羊汤凉了就该删了，到时候我还怎么让魏征臣服？怎么回事？院长，是魏副院长的家属来送饭。魏征的媳妇儿，及时花1块钱包鸳鸯下水那个？好重的羊肉汤香，这汤底用的是全谷猛火。懂行啊，你是院长？没错，你这真是用羊杂炒的，能把下水处理的连我这条老狗鼻子都闻不出半点臭腥味儿。只有当年的……别忆往昔了，领导，汤放凉发膻就糟蹋手艺了。魏征回头又要发脾气，要不您帮忙带我进去？这么好的吃食他还敢闹脾气，我看他敢。走，跟我进去，我倒要瞧瞧魏征有没有口福吃下这锅羊汤。跟着彭院长，我一路进入研究院，饭盒里的香气不断向外散发，经过每个窗口都有脑袋伸出来。今天食堂炖肉了，这么香！不是炖肉，是汤，羊汤，我奶奶那一辈的羊汤味儿。咱们食堂换师傅了，不然不可能这么香啊！小何啊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已经派人去喊魏征了。多谢领导，您要是忙可以先去忙，我自己在这儿等就行。那是，我今天工作已经结束，留下来陪你等。要不您先来尝一点，领导，要不您来点儿。哎呦，那我就……院长，您找我啊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回家说，这里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。这混小子就不能晚来1分钟，不然我特么都喝上了。院长，您打我干啥？我今天是咋了？先让媳妇儿蹬，又被院长打。你小子别不知好歹，人家小何给你送饭，你什么态度？饭多好的媳妇儿啊！你小子别特么不知足，有这么好手艺的媳妇儿，天天还在单位挂着脸。好手艺，他……魏副院长，饭趁热吃。好香！好歹也是个研究院副院长，见到好东西就知道说个好香。你闻闻，我当初在西北吃了20年的羊杂，还没一个能把腥膻味处理这么干净的。羊杂，这是那些下水做的？废话，真不知道你小子哪来的狗屎运，捡到这么会做饭的媳妇儿。那啥，小何，刚才咱说的……哦，领导，我给魏征带的多，您想喝分一碗去便是。还有大饼，是我用猪油烙的，香得很。闻到了，闻到了，也到晚饭时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跟人家小何学着点儿。木头，好香啊，院长！今天食堂炖羊汤了，香味勾人，今天必须多盛2碗。想多了，这是魏征媳妇儿亲手做的，我也是蹭来的1碗。想喝？魏征他媳妇儿应该还没走吧？要是你们……这群小子，希望魏征能护住这口美食吧。我先回去享受喽。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给我送饭？
不然呢？刚才某人回家大闹一通，我得让他心服口服才是。嘿嘿，至于其他目的就不和你说了。果然一点腥臭都没有。全是羊汤的醇香，入口竟然连鼻腔都是香的，而且还不腻。这饼居然也将猪油的香气全部吸收。彭院长那一脚算是踢对了，原来你也会说人话。怎么样？我赢了吧？果然是这个味道。魏院，给我喝一口吧，我一勺就行，再分我一口饼，求你了，魏院。我也要。编去，这是我媳妇儿给我的。嫂子，大伙都是我家魏征的同事吧？小何嫂子好。嫂子，你可真漂亮，跟我们魏院真白瞎了。不光漂亮，手艺还好，这可比国营饭店大厨做的还香啊！家属院居然还传嫂子做，那天底下哪还有好女人了？好了好了，都别夸了。魏征，给大家分一下，人人有份儿。嫂子万岁！可我刚吃了一口啊。家里还一锅呢，回家再吃，乖乖啊。那好吧，一人一份，不许多分啊，给我留一点。是嫂子。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我还是第一次见魏院这种表情。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在家我得供起来。嫂子，能让我家那口子给你学做汤不？这也太香了。这个嘛，行啊，想学的都来，不过要干活哟。多谢嫂子。魏征，我回去啦，记着晚上回来洗衣服哦。何月，之前还听说嫂子不好，这不挺好吗？是啊，还说你俩要离婚假的吧？这个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。对了，明天找人给我媳妇拉一车柴火回去。是。她好像真不一样了。到家我便小火煨着剩余羊汤，顺手把整间屋子外打扫干净，闲来趴在桌边细细盘算往后生计。一晃天色沉黑，夜幕落满小院。回来了。没吃够吧？锅里还有，一直给你热着呢，自己端去。咋的？还得我给你伺候桌上来呗？不是，那个今天是我不对，下水的事我不该让你扔。还有呢？一会儿我就洗衣服去，以后家里活都归我。算你识相。来看看这个，羊杂、羊棒骨、沙葱、干辣椒、粗盐，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魏院长，你说我做的东西好吃不？是挺好吃。你那些同事，甚至周边保安队能喜欢吃不？这个地方缺油水，像这样的美食，自然每个人都会喜欢。那不就成了？我若是天天做呢？天天做？你的意思是？这么说吧，咱们食堂大师傅一个月工资多少？何妹子，何妹子在家没？你们这是？哎呀，这不是你今天送去研究院的汤吗？他们几家的男人吃了都说香，正好你教教他们。我跟你很熟吗？求人办事用命令的态度。哎呦，小何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对，我家老王回去一直念叨你那汤香啊，我就想让您教教我怎么做的。我不白学，我这有鸡蛋，我这儿也有，您就教教我那去腥的法子就行。教你们嘛，倒也不是不行。他是怎么回事？他男人好像不是研究院的吧？不是研究院的咋了？大伙儿都住着家属院，你有那本事还藏着掖着，就不能教教大伙儿？我该你的。旱厕扫了吗？打赌输了可别不认账。哼，我看就是你这个城里来的娇小姐藏私，不愿意教我们这些屯里人，我还不学了呢。走，咱们都走。你们等啥呢？还真指望他能教你们啊？他要是肯教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我教了。啥？我说我教了，他们我都教，唯独不教你，气死你！哼！谢谢大妹子，太谢谢你了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教你们可以，但是活的你们自己干。好了，鸡蛋我留几个就行，其他的都拿回去吧。哎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。我还以为你会把鸡蛋全留下。我全留下了，不是招人记恨吗？傻啊！那为何你不连张嫂一块教了？如今她不是照样记恨你？那你为何不教张嫂？她都把我埋汰成那样了，我还跟她一笑泯恩仇，以后我这面子还要不要了？我得让家属院的人知道，我何淑妍也不是那么好惹的。你脑子啥时候变得这么……怎么的？精，比原来精多了。更精的还在后面呢。魏院长，明天吃鸡蛋。精一点好像也不错。第二天一早，昨天的几个女人便早早聚到了我家院子，我也没有食言，耐心的给他们演示起羊下水的清洗方法。
他们一开始还满脸嫌弃，当我将一节羊肠彻底清洗干净后，他们的表情全都变了。老天爷啊，这还是昨天集上那堆臭肉吗？一点臭味都没有了，白乎乎还怪好看的嘞！我好像学会了，让我试试。你们就按照我刚才的方法都试试，中午也别回去了，就在我这儿吃。吃什么？昨天还剩了汤。对了，今天吃酸辣粉。酸辣粉？一碗鲜香麻辣的红油，代表了何师傅对酸辣粉的基本要求。红薯粉、羊肉汤，每一道食材都由何师傅精心准备。粗粉垫底，滚沸的骨汤直接浇满，羊杂臊子盖在最上面，再加上一勺刚出锅的滚烫红油辣子。开饭喽！哎呀妈呀，刚才我闻到了，香辣香辣的，我这口水可是一直流啊！小何媳妇儿，这就是酸辣粉儿？对，加点老醋更爽。来，开吃！妈，又是他家的香味，今天更带劲！我不管，我要吃！儿子，那小狐狸精做的可不是啥好东西，你吃了要坏肚子的。听妈话，咱回家啊！小何姐姐那么漂亮，做的东西又那么香，怎么可能吃坏肚子？妈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吃好吃的。你这孩子，再闹开我不打你！张嫂，干嘛拿孩子撒气啊？人家大宝又没说错啥。就是，照你那么说，我们今天吃完岂不是都得闹肚子？人家小何真不错，你别总败坏人家。你们，哼，我看你们都让那小狐狸精迷惑了。行，你要吃是吧？我不管了。妈，行了，别哭了，瞧这小脸花的，跟姐姐进院，姐姐给你好吃的。吃吧，谢谢姐姐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比大白兔都好吃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，锅里还有呢。姐姐，你和我妈说的一点都不一样。哟，她在家怎么说我的？我妈说你是城里来的娇小姐，看不起我们西北人，还说你勾搭魏院长就是看上了他的地位，还说你做的东西都是烂肚子的。哎呀，这张嫂子咋能跟孩子说这些呢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把孩子教坏了咋办？还好大宝懂事儿。昨天我还寻思小何媳妇儿不教他是为了报复，今天我这一看，不教他就对了。铁蛋儿，以后姐姐做了好吃的，你就过来吃，但别让你妈知道哦。还是姐姐好。小馋猫。吃过饭后，大家伙又一块将剩下的下水洗干净。铁蛋这小家伙也来帮忙，一直忙到太阳下山，他们这才各回各家。没过一会儿，魏征也回来了，只是他看我的眼神里透着那么一股子不对劲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脸上开花啦？没有。今天你在院里弄得阵仗挺大啊。又谁告状了？路过的研究员，他说嫂子在家属院支摊子，全园的女人排队吃粉，吃完集体表忠心，连小孩子都沦陷了，还说你在大西北拉队伍。你手下的人嘴还真碎，怎么还想教育我？没有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不是不喜欢张嫂吗？还给铁蛋饭吃。张嫂是张嫂，铁蛋又没惹我，小孩子嘴馋给口吃的怎么了？我又不连坐。你还真不一样了，不过你教他们图什么？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人。魏院长，别把我想的那么市侩，这家属院这么多人，我总不能全喂饱吧？我把手艺交给他们，他们帮我干活，合作共赢，不对，这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他的眼神好自信啊，比我见过的那些大官还要自信，这还是他吗？何淑妍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烧啊，我是你媳妇儿啊，咋着？吃饱了饭碗就想翻脸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你变了。这魏征，别看平时有点呆，认真起来还真敏锐。不行，以后做事得搂着点儿，万一被他发现我是穿越的，再给我抓研究院关起来。嫂子在家没？你是？嫂子，我是研究院的大厨孙德厚，您叫我老孙就行。有事儿？那啥，嫂子，您之前来我们食堂送过羊汤吧？怎么了？犯纪律？怎么犯纪律？那我下次不送了。别呀，嫂子，我今天来就是想求您再去一次我们食堂。自从上次喝了您的汤之后，研究院那帮人嘴都刁了，天天嚷嚷着要吃好吃的，所以这次可是人家主动找来的，魏征不能再说我了吧？而且我记得研究院边上有块荒地。好，我就跟你去一趟。谢谢，太谢谢您了啊！跟着老孙来到研究院食堂后，
我第一时间让他将现有的食材搬了出来，看着面前的一堆米面白菜，就算是我也不禁微微皱眉。那啥，大西北条件艰苦，这已经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东西了。你们这儿的研究员天天就吃这，还是陈米，起码1年多了吧？2年了，库里还压着小2000斤呢，再放下去全得喂虫子。我这不是听人说您本事大，这才请您过来的吗？让我想想啊。他能行吗？这可是没人吃的陈米啊！老孙这也是没办法了，那种米谁吃啊？硬得跟石头一样。唉，只怪我们太偏，就看小何嫂子有没有办法了。我看够呛啊，他到现在都……老孙，红枣、干花生、红薯干、葡萄干，有多少拿多少来。我这就去。你们几个，白糖、红糖有没有？白糖没有，红糖也只有2两。您这是要干嘛呀？今天我就教你们2样绝活：八宝饭、炒米糖。八宝饭那不是南方才有的精细吃食吗？您会做啊？炒米糖是啥？听都没听过。小何嫂子，您该不会是逗我们玩吧？打败猜疑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实力说话。尽管食材有限，品质又差，何师傅还是认真的将每一步都做好。泡米，搅拌猪油，再撒上足够的配料，最后一块上锅蒸熟。没过一会儿，扑鼻的香气便从笼屉中缓缓散发出来。真香啊！要不是我亲眼看着，真不敢相信这是咱们的米做出来的香味儿，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嫂子，啥时候好啊？好了，起锅。我操！开了盖子，香味更冲。好悬，给我冲个跟头。那啥，嫂子，我们能先尝一口不？尝，做出来就是给你们尝的。记住我刚才的手法还有味道，以后……我还没说完呢。甜、香、糯、油，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啊，好吃，一点都没有了陈米的味道。嫂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真香啊！我这10几年大勺白轮了，咋就做不出这味道？你们先吃着，我说点事儿。您说，我们听着呢。研究院边上有块地，你们记得吧？我打算在上面种点菜，大家伙儿总不吃新鲜菜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嫂子，那块地全是碱土，种不出活物啊。我知道，但我有法子，只要1个月，沙葱、萝卜、白菜都能活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真能吃上新鲜菜？不可能吧？之前有人在那块地试过，啥也种不出来呀。嫂子，您确定您能种？我闲着没事拿你们逗闷子啊！老孙，你是食堂大师傅，去研究院批条子，把那块地批给家属院当菜地，我出技术种菜，收了菜咱们1人1半。这事儿可不小，最少也得副院长点头啊。副院长又是魏征，看来今晚得找他说道说道了。哎，一到饭点我就犯愁，咱们啥时候能像寺院那样顿顿见荤腥啊？我不敢奢求吃肉，就盼着小何嫂子能常来露一手。哎，今天味儿不对啊，怎么这么香？开饭啦！老孙，今天做啥好吃的了？香味飘满整栋楼，难不成你偷偷去寺院顺猪肉了？可这香味比肉还勾人，该不会是小何嫂子过来了吧？哈哈哈，猜对了，这是咱们嫂子特意给大家做的八宝饭，每人1份，还有炸米糕，1人2块，不许多拿啊！何嫂子说了，多拿剁手。好，又香又甜，软糯入味，这味道绝了。这米糕外脆里香，嫂子也太全能了，啥吃食都会做。得谢谢魏院啊，给咱们娶到这么一位能干又好心的嫂子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感谢魏院。哈？食堂里的热闹我并不知晓。离开研究院后，我立刻赶回家里，对着纸笔规划种地方案，凭着前世记忆，仔细梳理那块盐碱地的土质、改良办法与作物适配品种等，把所有细节敲定妥当。天色渐晚，魏征也推门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锅里有饭，自己热去。吃饭先不急，你今天又去食堂了？啊？怎么样？八宝饭好吃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去晚了，没抢上。他们说啥？反了他们了！我做的饭居然不让我老公吃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不行，我明天必须找他们说道说道。他这是为我生气？你也是完犊子玩意儿，他们不给你不会抢啊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他们说我媳妇儿啥都会做，回家吃就行，不要抢他们的。好吧。对了，老孙和你说没？包地的事儿，他和我说了，
只是这事儿不太好吧？毕竟那块地可是研究所的，万一……万一个屁！那地都荒多少年了，放那儿也是放着，还不如拿来给我种菜。那块地之所以荒，是因为里面含碱太多，对吧？我已经想到办法解决了，你看。你解决了？你居然真的有办法，而且这个方法看起来可行性很高啊！那是当然，按照我的法子，用不了多久，研究院的同志们就能吃上新鲜蔬菜了。你看看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快成饿狼了，你这个领导也不知道想招。是我的问题，我每天忙于研究，忽略了同志们的身体。听说还有人因为吃不到新鲜菜得了夜盲症，所以喽，签了这份协议，以后种地的事交给我，保证让大家伙都吃上新鲜菜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，这块地我批了。这就对了嘛，还是我老公好。我先睡觉喽，养足精神，明天种地。你自己吃饭哦。这么一看，他还真是有可爱的一面啊。第二天，我组织了家属院的女人们一块来到地里。当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盐土地，每个人的脸色都垮了下来。何妹子，这地真能种吗？是啊，你看这地梆梆硬，咋像是能种菜嘛？哎呦喂，真以为自己会做2个菜就感觉啥都行了？捡地种菜，疯了吧？魏院长也不知道是咋了，居然同意你干这种事儿。我老公稀罕我，宠着我，我想干啥就干啥，咋的？羡慕啊？气死你！哼，前2天还寻死觅活要离婚，要我说啊，你这事儿指不定咋撒泼打滚，人家魏院长受不了了才答应的呢。看吧，人家研究院反悔了，等着人家把你抓起来。咋来这么多人？何妹子，你不会真没打招呼吧？这占研究院的地可不是小事儿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怕啥？看着。小何嫂子，我们全体食堂人员加研究院轮休人员全部报到，您说咋干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哎，你们不是来赶我们走的？为啥赶你们走？咱不是要种地吗？对呀，一听说嫂子要种地，我这甲都不修了，提着镐子就过来了。小何嫂子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，我们得感恩不是？原来是来帮忙的，某些人热闹看不成喽。哼，撒泼打滚换来的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对了，嫂子，魏院说他今天的研究还没做完，等晚上结束过来帮您浇水。看咱们魏院长多知道疼人啊！某些人啊，一天就跟个小丑似的，总得打脸才舒服哟。你们，小何姐姐，我也来帮忙了。铁蛋儿，别过去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回，我要留下来和小何姐姐一起种菜。啊，何淑妍，你给我等着！别管他，大家按照我之前说的干，等种出菜来，大家伙一块分。好！有了蔬菜的诱惑，所有人干劲十足。特别是在挖到黑土的时候，大家伙终于看到了希望，一个个更加卖起了力气。真有黑土啊，咱们真能种菜呀！还是何妹子有见识啊，要不然这地可就真荒了。大家伙说说笑笑，快到日落的时候，整片荒地已经开垦完毕。何妹子，等到再用农家肥沤上几天，就可以开始种菜了。嫂子，明天我们就拉粪过来，先走了啊！小何姐姐，我也回家了，明天见。快了，只要种上菜，我的计划就快了。他们都走了。你还真挑了2桶水过来啊？说好的不能食言，我去浇地。别说，我这便宜老公干起活来的样子还有点意思啊，就是人冷冰冰的。唉，走吧，回家，夜里风沙大。魏征，你来这几年了？12年了，一直在西北？差不多。开始在藏北，后来又去疆域，几经辗转。那还挺苦的。习惯了。那你吃过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最好吃的好像是我第1年进研究所的时候，那时候条件苦。我记得那天我忙到后半夜，老师给我了我一份热水泡馍，虽然馍是馊的，但那很好吃。只有这样？我一直这样，在大西北做研究，习惯了。以后不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以后不会了，我不会让你的肚子再那么可怜，以后你吃的每一顿饭都会是最好吃的那顿。你谢谢，走吧，回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魏征的关系似乎缓和了许多。他每日下了班来帮我给地浇水，之后我们一块回家，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着，却依旧没有像其他夫妻一样亲近。直到这一天，不好了，嫂子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魏征？不是，寺院那帮人来砸场子了，带了好多人来。4院，第4研究院，咱们这又不是武馆，砸什么场子？哎呀，您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快走吧。
我跟着王大勺赶紧往回赶，路上才从他嘴里知道，原来第4研究院一直和魏征的3院存在良性竞争关系，可是魏征每每在研究上领先他们一步，于是4院便时不时找各种理由来3院挑衅一番。老周，你这次有些过分了吧？老魏，你看咱们都是一个系统的，咱俩可算是同期，就拜托你这么点事儿，你不至于这么小气吧？拜托，这看着也不像是砸场子。嫂子，你还是先听完再说吧。我不同意，我们3院不缺你那点罐头猪肉，带上东西哪来回哪去。罐头和猪肉都不要，魏征这是傻了吧？怎么了？这是干嘛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这就是弟妹吧？您好，我是第4研究院副院长周刚，您快好好劝劝老魏吧。你看我带了这么多东西求他办事儿，他还不同意。什么事儿啊？干嘛不同意？他要借我媳妇儿。啥？借我？胡闹！媳妇有乱借吗？哎呦，弟妹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是这样的，这不我们院的同志们听说了您的八宝蛋和羊杂汤吗？一个个都馋疯了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您去我们4院指导个10天半个月，待遇绝对亏不了您啊。哼，你们4院交通发达，物资充裕，何必大老远跑来找我媳妇儿指导？老周，少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看上了我变废为宝的手艺，想要方子啊？这没想到老魏聪明，他媳妇儿也不差呀。我就直说了，我想要您陈米做八宝饭，还有羊杂去腥的土方，我出钱买，你开价。我们不卖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老公，别忙着赶人走嘛。你要把方子卖给他们？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谁说我要卖了？我们可以合作吗？合作？对啊，他们4院有物资，咱们有收益，2院搭伙，他们出原材，我出技术方案，做出来的成品伙食2院按比例分，咋样？你的意思是？不对呀，那我们白出东西还拿不到方子，这不亏了？周院长，您得会算账啊！每个月只不过是拿出几十斤肉和面粉，换来的是全院伙食水平翻1倍，这笔账不划算。这个主意好是好，但是弟妹，我们毕竟只知道您会做羊汤和八宝饭，至于其他的，不信拉倒，我媳妇啥都会做，你不愿意合作就赶紧离开。哎呀，老公别急嘛，他们不信也正常。正好，周院长，我看你也把厨子带来了，我会不会做其他的，咱们比一下不就行了？切磋厨艺，行，就听你的。你真会做其他的？刚才不是你说我啥都会做的吗？我那不是……好啦，放心吧，你媳妇儿我啊，可从来没打过败仗哟。比试场地就定在了研究院食堂，食材这是4院带来的米面精肉。看着对方厨师紧锣密鼓的忙活着，我却连看都没有看那些好材料一眼。老孙，王大叔，把咱们库房里的存货都搬过来。是。弟妹，你这是？周院长，咱们比的是真手艺，你们用精米好肉，我就用这些陈米粗面。最后看哪边的吃食更让人想吃，更受欢迎，这样比试够公平吧？可这差距也太大了。嫂子威武！对，不是总嫌弃咱们3院材料差吗？咱们就用这些干翻他们的好料。嫂子这要是赢了，可比之前魏院技术碾压他们还爽啊！拿过材料后，我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，心中算计好要做的4道菜后，撸起袖子直接开干。4口锅同时开火，嫂子也太自信了吧！我只听过有的国营饭店大厨能同时做菜，可那也是同时起2口锅啊。老魏，你媳妇儿能行吗？咱这就是切磋，可别丢了手艺丢人啊。哼，我媳妇儿从来没打过败仗，倒是你的人用那么好的料还2个人，到时候再输给我的媳妇儿，丢人可就丢大了。得，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到时候可别说我没提醒你。4灶连开，考验的是厨师的技术。作为曾经星级酒店的主厨，何师傅做的自然得心应手。开火、烧油、煎炸、炒菜，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，美食的香气就已经从4口大锅中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。周院，我们的菜完成了，红烧大块肉、午餐肉炒白菜、葱花大饼，请各位品尝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做得很好。弟妹，我们4院已经好了，你那头呢？弟妹，我们这边好了，等你啊。你急什么？2个人忙活半天做3菜，我媳妇儿可是1个人做4个。我也没说啥呀，你急什么？菜好了，红烧五花肉、猪油焖饭、油炸拌小白菜、清汤萝卜肉丸。我去，嫂子这做的还是菜吗？这么好看，色香俱全，这才是菜呀！你们是不是忘了，嫂子可是4道菜一块做的，也太厉害了吧？那什么，行了，你们也太能夸自己人了，好不好吃的尝过才知道。老魏，你觉得呢？哼，肯定是我媳妇儿做的好吃。所有人排好队，一人尝一口，2边都尝，觉得哪边好吃就站哪边去。是，我先来。
这红烧五花肉也太好吃了吧！浓油赤酱，我选嫂子。哇，这油炸拌白菜还能做出这种口感，又脆又香。嫂子，我选你。嫂子，这陈米都让你做出花来了啊！猪油焖饭比八宝饭还好吃。3院的同事挨个试吃，无一例外全都站到了我这边。4院的人一开始还满脸不服，硬撑场面，可当他们亲口尝过菜品之后，脸上的倔强瞬间崩塌，表情彻底反转。那啥，周远，咱们搞研究的讲究实事求是，我还是选何同志的吧。不是我没有集体荣誉感，周元，实在是这清汤萝卜肉丸太好吃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昧良心，我选何同志。你们，老周，同志们都只是按照内心的想法做选择，你可不能用权力施压啊！哼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不过这好不好吃的，我得亲自尝了再说。我去，好吃的有点过分了吧？哎，等会儿老周，你这不能光吃不评价呀！我没尝出味道来不行啊！你快上一边去，剩下那3道我还没吃呢。你属猪八戒的呀，吃人参果不知道味儿，你还尝啥了？除了你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媳妇儿做的好吃。这场切磋你们输了，好吧，我认输。那啥，你先让我吃完行不？周院长，吃可以，那咱们之前说的不就是合作吗？干了！只要能让我们院的同志们吃上你做的菜，怎么着都行啊！明天我就让食堂的人来学手艺，物资过2天就拉来。不行啊！我老公的意思是，这事儿咱们得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口头承诺可不算。哈哈哈哈！行，老魏，你俩不愧是2口子啊！一会儿咱们就立字据。哈哈哈！那就这么办。周院长，明天你让人来学，我只教1遍，学不会就不怪我喽。弟妹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老魏，能娶到这么厉害的媳妇儿，真不知道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。哼！签了协议后，周院长看着剩下的菜，依依不舍地带人离开。不过拉来的东西却没有带走，这让研究院的同志们好一阵高兴。第2天，4院果然派了几名厨师过来。我按照约定将2道菜教了1遍后，下午照例带着家属院的女人们来到大集开始扫货。小何嫂子，多亏了您叫我的羊汤啊！我家那位这2天吃的是红光满面啊！是啊，孩子有了油水之后都高兴多了，天天嚷嚷要肉吃。只要大家跟着我干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吃喝管够。好！哎，小何嫂子，你看那不是张嫂吗？她干嘛呢？你回去了，你把你造势了呀？还想来赢我呀？凭啥不给我退？你这破玩意儿弄得我家一天都臭烘烘的，必须给我退钱！这位大嫂，您买之前我就说了这下水臭不能要，可你非不听啊！放屁！那小胡精买的咋就不臭？我看你就是看上了那张狐妹子脸，退钱！哟，这不是张嫂吗？在家属院嚼舌根还不够，如今闹到大集上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姑娘，您可来了，您快帮我说说，之前我是不跟您说过这下水臭不能要，可这位大姐昨天非要买回去，今天又来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张嫂，之前你不是满院嚷嚷下水臭，咋又自己买回去了？还不是看到人家小何做的羊汤香飘满院，自己也想回去试试呗。张嫂，不是我说您，这处理下水是要技术的，自己研究那还不臭死了？要你们管，我愿意。您愿意臭就臭去吧，别耽误我买东西。老板，还是老样子，下水我全包了。等会儿，我先来的，要买也是我先买。张嫂，你又不会做，买这干啥呀？咋的？我买回去扔了不行啊？小狐狸精，我扔了也不让你买回去嘚瑟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怪不得小何嫂子不愿意教你，你这人品也太差了。哼，少废话，这些下水我全包了。我不卖。哈？我今天卖给你，明天你再找我退，我有病啊？招惹你这么个事吗？我还不如卖给人家小姑娘。给姑娘，这些羊骨算我送的。那就谢谢啦。某些人呐，偷鸡不成蚀把米喽。从集市采买一番后，我们重新登上返回的大车。一路上风和日丽，就是偶尔会有风沙迷眼。然而，正当我擦眼睛的时候，路边一抹绿色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停车！快停车！哎呦，小何嫂子，你慢着点儿，小心别摔了。这不就野草吗？有啥好看的？是啊，吓死我了！你这要摔个好歹，我们可咋和魏院长交代呀？摔了也值。你们看，这可是沙葱啊，剁碎了包羊肉饺子，那可鲜得很。这玩意儿戈壁不是多的是吗？居然能吃？是啊，味儿那么冲，平时我们都绕着走的。
那你们可就错了，这可是大西北最顶级的配菜，炒羊肉、凉拌，比你们花钱买的韭菜大葱强100倍呢！真的。有了我的保证，一群女人恨不得拔地3尺。没过一会儿，整片沙葱被我们拔得一根不剩。回到家后，我第一时间和面剁馅儿。等到魏征回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到桌子上。什么味儿？这么鲜？你又研究啥了？洗手端碗，今天咱们吃饺子。饺子能有这么鲜灵的香味儿？还是我好久没吃饺子，忘了这个味道了。尝尝不就知道啦。羊肉不对，我在这西北吃了这么多次羊肉，就算是你做的羊汤也没这个鲜味儿啊！这啥馅儿啊？沙葱羊肉，不错吧？沙葱，就是那路边的野草，那玩意儿居然有这味道，好吃吧？慢点吃，锅里还有呢。好吃，真好吃。蘸着老陈醋，就着生蒜，魏征硬是连吃了2大盘饺子，直到再也吃不动，才擦了擦嘴，直勾勾盯着我。别再说我和原来不一样了啊，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后天西北研究总院来人，冲你来的。冲我？冲我？我就是一个副院长家属，他们冲我来干嘛？你的八宝饭和跨院合作惊动了上面，总院长亲自带队，后勤部那帮人眼高于顶，这次来估计是要考你的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我薅2根葱犯纪律了呢，不是处分我就行。你不怕？怕啥？不就是考做饭吗？我何淑妍的灶台可还没怕过谁。他自信的样子真好看。总院那边我倒不担心，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这些沙葱咋整？西北天气多变，再放2天可就坏了。要不你给他们腌起来？我之前在草原的时候就见牧民这么处理肉类，想来沙葱应该也可以。对啊，没想到你这脑瓜子还有点用，除了腌菜我还可以做酱啊！就这么定了，今晚就做，你来帮忙。我这研究院的副院长，怎么到你嘴里脑瓜子就成仅仅是有点用？哎呀，各管一方嘛，去给我弄点装腌菜的罐头瓶子来。好，说干就干。我将沙葱分成2份，一份切碎，连肉一块炒香做成沙葱酱，另一份直接放好调料做成腌菜。没过一会儿，魏征便抱着10几个罐头瓶子回来。你装瓶，我扣盖，这盖子硬得很，你拧不动。看来你也不是个木头嘛，还挺懂得疼人的。要不是你之前，算了，不说那些。我之前是过分了点儿，现在不是好了吗？以后咱俩你主外，我主内，咱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现在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出息！小何姐姐，救命啊！是铁蛋的声音。该不会是张嫂白天被怼，回家拉铁蛋撒气了吧？快开门！小何姐姐救我呀！我妈疯了，天天在家滚刀下水，臭死人了！我这肚子都吐得快抽抽了。他还不死心啊？谁让你不教他的？你是不知道他有多烦人，可怜的铁蛋哟！来，姐姐给你拿好吃的。什么好吃的？我刚才在门外就闻到香味了。正好你来了，尝尝姐姐新做的沙葱酱，配着大饼吃。哇，好辣，不过好好吃，比肉还香，配大饼更是绝了。有这么好吃？过瘾。这东西要是拿到研究院去，那帮人能拌着多吃5碗饭。成功！明天你叫人给4院那边送几瓶过去。我看出来了，周院长那人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得赶紧让他把物资送过来。行，不过后天的总院的考核你打算怎么办？总院的人嘴很刁的，嘴再刁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他们天天在上面吃细粮，肯定早就腻了。我得给他们来点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，你别瞎搞啊！放心，我早就计划好了。明天你帮我找荷叶，再搞点细黄土。别问为什么，问了我也不告诉你。嘿嘿，小何姐姐好可爱啊！以后我长大也要找个这样的媳妇儿。那等你长大再说，这是我的。魏叔叔好凶，还是小何姐姐好？差辈儿了吧？嬉笑过后，铁蛋儿藏了一罐沙葱酱回家，我和魏征也各自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派了人将几罐酱和腌菜送到了4院。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老孙，你那么远跑过来就为了送几瓶这个？我还不愿意给你们呢，留在我们院吃多好。你说啥？没啥，我们嫂子说了，这算是之前你们给3院送物资的回礼。回礼就几瓶这玩意儿，
你们三院也太抠了吧！我瞅瞅，死老周还嫌弃，嫂子还说用几瓶这玩意儿能换1车肉回去。我看是肉包子打狗，悬喽！周院长，那我先回去了啊，医院2院那边还没送呢。等会儿干啥？老孙不，兄弟，医院2院别送了，有多少都给我行不？啊？我拿东西换，半扇珠够不够？够的话，我一会儿亲自和你送去。周院，您刚才不还看不上这东西吗？你真要了？不后悔？谁后悔谁孙子！走走走，我现在就带你拉猪肉去。嘿嘿，嫂子算的果然没错，这么说真能换来东西，这叫啥来着？对，放长线钓大鱼。老孙那边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因为我此时正盘算着明天的菜谱，甚至连魏征回来都没有发现。研究什么呢？菜谱呗，东西都弄到了。保卫队打了2只杀鸡，还有黄土和荷叶，都按你要求弄的。还有杀鸡，正好明天硬菜有着落了。现在能告诉我你要这些东西干嘛了吗？荷叶我能理解，这黄土，你要是想搭土窑，我找人给你拉砖不就行了？你不懂，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这就是第3研究院，条件也太差了，吃土都能吃饱，还搞什么伙食啊？院长，马干事，欢迎你们莅临指导。哎呀，少整虚的。魏征啊，你媳妇儿的灶台支起来没？我今天可是空着肚子来的，要是没上次那碗羊杂汤的水平，我饶不了你小子。好，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屋里土也这么大，脏死了。行了，你快闭嘴吧。小何同志啊，菜好了没有啊？快上来吧。菜来啦！领导，小何秘制，请您品尝。你怎么还真弄了2个土球过来啊？放心，保证让领导满意。我说魏副院长，这就是你们3院弄出的伙食改善，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，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？小何啊，你说我大老远领人过来，你也不能就给我们吃黄土吧？你的那些好吃的呢？就是，我们来的路上吃土都……哎，你要干什么？领导，吃饭嘛，当然是要走菜啦！胡闹，这东西能进嘴，简直是拿我们的肠胃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有野性的肉香，是杀鸡。杀鸡的野性肉香，混合着荷叶的清苦，再夹杂着沙葱那股霸道至极的辛香。好家伙，小何，这是啥呀？西北叫花鸡，领导请品尝。鸡皮焦脆，鸡肉鲜嫩多汁，没有半点腥味儿，鲜甜到了极致啊！好吃，痛快，这味儿比国营饭的烤鸭强100倍啊！真有那么好吃？那什么，那我也尝尝你们3院的土特产吧，看看是不是真有那么神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嘴平时可是……你干什么？马干事，这泥巴脏，可别吃坏了您的肠胃啊！你……对，正好你别吃了，这2只鸡都留给我，我可还没吃够呢。院长，您让我干嘛来了呀？要不这鸡屁股给你？鸡屁股？嗨，领导，哪能真让您吃鸡屁股呢？老孙，把我的秘制酸辣粉端出来。来嘞，马干事，这可是我们嫂子秘制的酸辣粉，配沙葱牛肉酱。没泥巴，干干净净，您尝尝，这味儿太霸道了吧！这粉这酱绝了啊！此时，整个食堂只剩下了2位领导吃饭的声音，还有2人不住的赞叹。不到10分钟的功夫，我准备的2道菜品连汤带水被吃了个干干净净。小何同志，你这菜吃的我太爽了啊！尤其是这酱，还有没有了？总院那边的同志们正愁下饭问题，你这配方简直是及时雨啊！配方有，手艺也有，但我这只是家庭作坊，供不起那么大的量啊。这好办，你直接调到我们总院来，我给你编制，待遇随你开。什么情况？总局领导直接来挖墙脚了？这哪行？嫂子走了，我们吃啥？嫂子可是我们3院的厨神，可不能走啊！小何同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算国营饭店大厨，可都没有这待遇啊！
这个嘛，不去，好嘞，不放人。魏院长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我这也是为了总院分院所有同志考虑，像小何同志这样的人才留在你这儿埋没了呀。哼，我说不放就不放，她是我媳妇儿，3院的家属，哪儿也不去。彭院长，您看你看我干啥？人家2口子的事儿，我管天管地，还能管人媳妇去哪上班？可是，老魏、魏征、弟妹，我把货给你们拉来了。哟，彭院长居然也在这儿。周刚，放着4院的工作不盯，跑到3院凑么热闹？嗨，领导您是不知道，上次小何同志给我送了几罐杀虫酱，我这不是给回礼来了吗？你还回礼？你个铁公鸡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我瞅瞅都带啥了？抬上来！好家伙，半扇猪肉，还有2袋富强粉。你周刚这是抽哪门子风？居然拿这些换咸菜！你们不懂。那啥，弟妹啊，你那沙葱酱今天必须给我装50瓶，不100瓶。以后4院的物资线随便你们挑。哦，我看出来了，小何啊，你这丫头厉害啊！不好，领导不会以为小何在投机倒把吧？领导，您听我解释。不，我要他说。联合友邻单位搞这种事情，听说过你还包了研究院的地种，你想干什么？彭院，这小何同志可能也是好意吧，您不能……闭嘴！现在轮不到你发言。彭院长，您就别吓唬我了。您不就是想让我把这套业务扩展到整个研究院吗？直接说不就得了？哈哈哈哈，还真没吓住你，小丫头厉害得很啊！我的确是这么想的，不仅是3院4院，以后有条件几个院都可以参与进来嘛。我没问题，只要大家吃得高兴，我就没白忙活。好，有志向。不过有一点啊，这手艺必须留在咱们这片黄沙地上，谁也别想把人带走。魏征，就是说你呢，听见了没？是，何淑妍这辈子只能留在我这儿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马干事，别盯着人家媳妇儿了，要盯回家盯自己的去。我这不也是看到人才眼红吗？何淑妍，领导发话了，以后你哪儿都不准去。魏院长，想留住我，光靠领导发话可不行，得看你以后表现喽。魏院还瞅啥呢？赶紧追呀！是啊，这么好的嫂子，你要是给弄丢了，兄弟们都不答应，对不对？对。离开研究院后，我直接回家继续干活，毕竟还欠着4院那边100瓶酱呢。可做着做着，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玻璃罐子不够了。不光这个，在魏征回来后，还带来了一个更加不好的消息。回来了，正好，想法给我100个玻璃罐子，还有……哎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你的信，你母亲寄来的。我妈说起原主的母亲，那可真是一个把嫌贫爱富刻在骨子里的女人。当初原主死活要嫁给魏征，他妈100个不同意，嫌弃魏征没钱还条件艰苦，原主是偷了户口本跑出来结的婚。看看吧，你母亲应该找你有事。她不是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吗？不用想我都知道信里写的什么。什么？果然一点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，全是对我的施舍寒暄和对你的鄙夷。这不让我逼你调回市里，或者逼你离婚呢？那你打算怎么逼我？我说魏院长，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？我要是想走，前几天就走了，还费那个劲儿又做酱又种地的。可海市才是你的家呀，那里条件优渥，什么都有。滚滚滚，别耽误我干活，赶紧给我找罐子去。海市虽好，那也是人家地盘。这大西北虽然风沙大，但这个家的厨房是我说了算，谁也管不了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去找罐子。对了，你母亲还寄来个包裹，里面好像是一些旧衣服。信里说了，都是我表姐不要的破玩意儿，你直接扔了就行，记得扔远点啊，省得我看着烦。好，我去了。晚上吃什么？油泼面，你能吃多少？3大碗。真能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魏征每天情绪明显好了许多，就算天气日渐寒冷，他也从没再用那副苦瓜脸对着我。我们每天做酱、种菜、研究新鲜美食。然而，正当我以为生活就会这么平淡地进行下去时，变故又发生了。好大的风啊！哎，下雪了，好漂亮的雪啊！不好，这场雪下得太早了。这雪来得早，下得急，
万一大雪封路的话，恐怕原定明天送往院里的过冬物资要被耽搁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没有煤炭和棉絮的话，你先别着急，事情也许没那么糟。不行，咱们向四团先借点呢。老周那边和咱们一条线，估计情况也是一样。不行，我要赶紧去院里，你在家把门窗关好，没事千万别出门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魏征顶着大雪走了，我知道他焦急的是什么。大雪过后就是大寒，在西北这个地界，没有过冬物资，那可是要人命。也许就算只是2天都会出问题，而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祈祷事情不朝更坏的方向发展。这是咋的了？咋有人扶着了？总部的运粮车遇到雪崩，把路堵了。魏燕急得一宿没睡。3天，道路行通起码3天，这3天研究院的员工们吃什么？唉，我以为多大点事儿，食堂仓库不是还有一堆陈米吗？上次您做完八宝饭，同志们都说好吃，我就都给做了。全做了，那其他的呢？半扇猪早就吃没了，现在就剩地窖里一堆土豆。还好有土豆，怎么都能糊弄过去。不行，那些土豆放了2个多月，估计早就发芽了。研究员的同志们身体都弱，万一真毒倒2个就完了。难道你还让同志们3天不吃饭？又冷又饿，你看那帮人能不能顶过3天？老孙，带我去地窖。这发芽的土豆有毒，不能吃，会死人的！你别乱来。我是厨子还是你是厨子？老孙，带路。正常人都顶不住3天的又冷又饿，更何况研究院那群只知道动脑的书呆子。魏哲最终拗不过我，只好同我和老孙一块来到地窖。嫂子，你可来了，看吧，这些土豆烂一半坏一半，根本没法吃啊。全都是这样的？差不多吧，就算把长芽的地方切掉，里面也是青的。这样不行，我带人去几10里外的老乡家借粮，能借多少借多少。你快省省吧，大雪封路，你带人走过去，等你回来黄发菜都凉了。听我的，就吃这个。你疯了？相关物质的有害成分你怎么处理掉？你懂个屁！听我的得了。虽然那个方法只存在于理论，但也好比陷入困境强。我按照前世的方法，将土豆上所有不能吃的部分全部削掉，只留下小小的白心，接着切丝清洗。魏征几人虽然不明白我在干什么，但为了不饿肚子，也只能照做。一套流程下来之后，终于到了最后一步。嫂子，这是啥啊？土豆淀粉。事态紧急，咱们也只能用这个做粉条了。这玩意儿能做粉条？这东西真的能吃？我没有搭理3人的质疑，继续我的工作。而另一边，忙碌一上午的研究员们终于来到食堂，一个个丧眉搭眼。这大雪来的也太快了，真讨厌。咱们这3天不真饿着吧？老孙说食堂啥也没了，今天早饭都没做，饿死我了。我今天上午连做实验都没力气了。哎，什么味儿？老孙不是说没吃的了吗？饭来啦！酸辣土豆粉儿。友情提示：本片操作不可实操，只为艺术渲染。土豆生芽一定要扔掉，里面含有龙葵素毒，过量食用会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，请各位理性看剧。老苏，你不是说咱们断粮了吗？这土豆粉哪来的？真香啊！一闻我这口水就要流出来了。正好啊，这大冷的天来上这么一碗，老孙你可太贴心了。哎，这我可不敢贪功啊，都是咱们嫂子做的，要不是她，咱们这2天都得饿死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！酸辣烫，粉条滑溜又有嚼劲，嫂子你太厉害了！几口热粉下肚，身上刺骨的寒气全散干净了，多谢嫂子救急。谢谢嫂子。没事儿，大家趁热赶紧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这忙活一上午，累死我了。辛苦你了。光嘴上说有什么用？晚上回去给我烧洗脚水。啊？哎呦，各位快瞧，咱们冷冰冰的魏院长正给嫂子捏肩膀呢。王大勺，你吃饱了撑的是不是？给媳妇儿捏肩有啥见不得人的啊？大伙儿说是不是？是啊。魏院，嫂子帮我们这么大忙，慰劳是应该的啊。就是我们不方便上手，那就只能您代劳了。魏院长，听见没？群众的呼声哟。好，我也听见了。对了，我看了一下后厨土豆淀粉，估计连晚饭都撑不过，物资起码还得3天才能送来，剩下2天咱们怎么办？还有2天啊，
实在不行，也只能再去库房转转了。老孙，我这针都翻过了，就差翻耗子洞了，啥吃的都没了。唉，谁也没想到今年的雪来这么早，这都怪我没提前和上面沟通啊。行了，现在反省有什么用？我真好奇你们前10年是怎么过来的，居然没饿死。这也不能怪魏院，是我这个大厨计算不到啊。老孙，不能怪你，往年咱们还有沉迷果腹，谁知道今年……哎，怎么还赖到我头上了？行，那我不管了。别啊，嫂子，你要不管我们这帮人可咋活啊？魏院还不赶紧给嫂子道歉？哈，我？好吧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说。哼，饶你一次。老孙，那边是什么？那是前年老乡送来的黄豆，太硬了，跟石子一样，根本咬不动，就一直扔那儿了。黄豆，有这好东西你不早拿出来，今晚就吃它了。啊！也不知道今晚吃啥，中午的酸辣粉真过瘾啊！我现在想想还流口水。听说嫂子发现了库房的黄豆，晚上可能吃那个啊？那玩意儿根本不能吃啊！你忘了前年我们吃完，所有人连着放了好几天的屁，整个研究院都臭了。咦，现在回想起来还能感觉到一股臭味。嫂子不会真做黄豆吧？就是她也……哎，什么味道？那些黄豆就这么让你们恐惧啊？是啊，嫂子，我不想再连放几天屁了。这本来就吃不饱，再放屁，我们怕是真撑不住啊。嫂子，不行我们就饿一碗吧。什么话？有我在，还能让你们饿着？放心，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是怎么把黄豆变废为宝的。老孙，端上来。来喽，嫂子特制麻婆豆腐，还有凉拌豆皮，大家给我敞开了吃。麻婆豆腐。天哪，嫂子居然把那些豆子做成了豆腐，可咱们没有卤水啊，还有豆皮，我想吃这口可好久了。豆子是你们魏院长磨的，卤水是我从医务室拿石膏粉改的，大家放心吃，肯定没问题。嫂子你也太厉害啊，真香！谁说大雪没吃的就得饿死？咱们有嫂子在还怕啥？对，就算吃完今天以后全饿着都行啊。大伙儿不用怕吃的，黄豆有的是，明天豆渣烙饼。谢谢嫂子。哎，就是可怜了我们的魏院哟。行了，老孙，如今饭的事儿解决了，你帮我把魏征扶出来，我俩也该回家了。好嘞，就是可惜魏院今晚我不能给您洗脚喽。总会有机会的，等明天。老魏，弟妹，魏征哪儿去了？周院长，这么大雪，你跑我们这儿来干嘛？魏征在后厨歇着呢。快，别让他歇着了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快，叫上你们医务室的人跟我走，我们院的人都中毒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不今天下雪吗？我们院存粮不多，老乡好心送来一堆蘑菇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就让食堂做了。现在同志们吃完全都上吐下泻，有的都开始说胡话了。红伞伞，白杆杆，神经毒素。哎呀，别管啥毒素了，快点吧，再慢就要出人命了。事态紧急，我和魏征还有一名医务室的同志连忙跟着周院长前往寺院。车子在雪地里七扭八拐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寺院。到了这儿，我才发现事态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院长，这水太凉了，我游不过去啊！老婆，我好几年没见你了，你咋来了？爹，几年不见你变大树了。不行，中毒的人太多，我带的药品根本不够用啊！不能稀释一下剂量吗？不行，现在同志们中毒还没到血液里，药物干预不了。等到血液的时候，药物还不够，还是想办法催吐吧。催吐？咋催？咱们也没有催吐剂啊！完了，这下我这个院长算是彻底做到头了。该让你贪小便宜，蘑菇不认识就敢吃。好了，舒言，你还是赶紧帮忙想想办法吧。弟妹有办法，姑奶奶，这次算我求你，你要能把同志们救过来，以后让我周刚干啥都行啊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厨房在哪儿？准备绿豆和甘草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啊，还不快去！哎，我这就去。还好同志们中毒不深，此时用绿豆甘草汤解毒最为合适。有着魏征几人的帮助，很快我便将一锅汤煮了出来。我不喝，来人呐！有刁民要害朕，护驾！我护你奶奶个腿！赶紧给我喝！周院长这是真急了。喂汤的事儿还是我们来吧，你在一旁歇歇。好。在魏征和周刚的强灌下，所有中毒的同志全被喂完了汤，一个个面容呆滞，脸色苍白。我说弟妹，这法子能好使吗？弟妹，
这法子能好使吗？放心，3个数之内必吐，1、2、3。真吐了，这是不是就行了？没错，他们中毒没入血液，只要吐出来再喝点米粥，休息也就应该没什么大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弟妹不，嫂子，这次可多亏了你啊，不然的话……撒开，是你媳妇吗？就随便我。哎呀，我这不也是激动了吗？嫂子，从今后有需要我周刚的，您尽管说话，能办的我一定办，不能办的想法我也给您办了。我媳妇要玻璃罐子，有，肯定有。等路通了，我就亲自开车去镇上给嫂子买。要多少？100个够不够？够了，那就谢谢周院长破费了啊。这算啥？对了，我们这儿还有一块排骨，虽然不多，算个心意，嫂子你一定要收下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，魏院长，咱们回家吧，晚上给你做糖醋排骨。好。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我咋就遇不上呢？回到家后，我终于能够一展身手，用上好的金牌制作一份糖醋排骨。出锅的时候，我看到魏征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我想过你手艺好，也没想过这么好啊！你这手艺就算拿到京城的国营饭店，能混个主厨吧？切，现在知道我好了吧？快吃吧，你也累了一天了。你也吃。谢谢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肉质软烂。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糖醋排骨，好吃就行。明天干嘛？这是干嘛？这是我的，你不许再拿到食堂去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刚才我看外面的雪停了，温度好像有所回升。明天运气好的情况下，差不多吧。到时候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哟，现在知道心疼我啦？又不是你当初横眉竖眼赶我走的时候啦。我那不是，不说那个，你也累了几天了，明早你多休息一会儿，我来做饭。你会做饭？瞧不起谁呢？明天看我的。睡得好舒服。魏卓还真去做饭呀。醒了，正好来吃饭吧。不错嘛，魏院长终于有点人夫的样子啦。不错，还知道给面条上加2个荷包蛋，有进步，提出表扬。那你是不是就不走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？就那次彭院长他们来那次。嗨，我那不是逗你吗？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去他们那儿干嘛？老公又不在那边。你说什么？没啥，你这面做的不错嘛。那是，我做面可是……院长，嫂子，路通了，总部的物资车到营区的大门口了。路通了，太好了！把饭吃了再去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进来吧。魏院，那什么，我这有点情况，还是咱俩出去说吧。什么情况？还要背着我？有什么事直接说。魏院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！报告魏院，陆小蛮来了，为你来的。陆小曼，挺好听的名字嘛。谁啊？嫂子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可是咱们老院长的心头肉，研究院出了名的混世小魔王。他可是从小就嚷嚷着要嫁给咱院长。哟，青梅竹马啊，魏院长，本事不小啊，桃花债不少呢啊！不是，我那是……住手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魏征哥哥？魏征哥哥叫的还真亲呢啊！你就是那个死皮赖脸要嫁给魏征哥哥，天天闹着要回城的做精女人。你就是这么和别人说我的？那不是原来吗？现在别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哼，你别为难魏征哥哥，那都是我猜的。坏女人，我要和你决斗！决斗？敢请我这个情敌还是个中二病？对，坏女人，为了守护魏征哥哥，我要和你决斗。我要输了，这些大白兔就都是你的；你要是输了，就赶紧签离婚报告，回你城里去。够了，陆小曼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魏征哥哥，你别怕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坏女人赶走。好啊，那你说比什么？就比谁对魏征哥哥更好。这是我从市里买来的红烧肉罐头，我带来的，魏征哥肯定喜欢。你要跟我比吃的？没错，你天天让魏征哥哥吃糠咽菜，你根本配不上他。这丫头比点啥不好？比这个红烧肉罐头，在这狗都不吃啊！你笑什么？这可是金贵东西啊，好吃的很。对，好吃的很。你这小情敌还挺有意思，看起来心眼不坏啊。算了，小孩子嘛，哄哄得了。好了，红烧肉罐头是吧？行，魏院长啊，去把你昨天没吃完的拿出来。啊，不要吧，我还没吃够呢。要你去就去，那么多废话。
好吧。坏女人就是坏女人，居然敢这么和魏征哥哥说话！一会儿我就让糖醋排骨，魏远，你背着我们吃小灶，咋的呀？这是我媳妇儿给我做的，有能耐也让你媳妇儿给你做去。这真是你做的啊？昨天剩下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你少拿这招骗我，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，恶毒女配会在食物里下毒，到时候我就爱吃不吃。魏征，端着喂狗。哈？不是说中午我吃吗？作为女主角，我觉得我有必挑魏奢哥哥尝尝你有没有下毒。这咋还吃哭了？坏女人，你怎么能做的这么香啊？这么香的排骨，魏昭哥哥天天吃，他怎么可能还和你离婚嘛？我也不是天天吃啊，你少吃2口，给我留点。那啥，我能吃一块不？馋死我了。小妹妹，这比试，算你赢了。不过这件事儿可还没结束呢。你还要干嘛？你还要比啊？不是，我是想问你那排骨还有吗？我没吃够。胡闹，陆小曼，你这次来已经是犯了纪律，赶紧的，哪来回哪去。回哪儿啊？我已经申请调到你们这儿的通信室了，以后我就是寺院的人了。什么？新来的通讯员是你啊？对呀，所以坏女人，以后咱俩还比。到时候我就随便拿点东西出来换坏女人做的好吃的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陆小曼，你这真是胡闹。行了，还没看出来吗？之前他申请过来是为了你这个魏征哥哥，现在还不走，恐怕是为了好吃的吧？他的确是从小爱吃。行吧，吃我家的饭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什么？我们家不养闲人，想吃饭的话就得干活。我会干活，我会发报，我还会打扫卫生，还会吃。坏女人，那些大白兔都给你，以后你做饭，我给你烧火，行不行？行吧，但是你记住，我不叫坏女人，我叫何淑妍。先去把院里的雪扫了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你把她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免费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再说了，有个小甜妹每天围着你叫魏昭哥哥，你不觉得日子更有盼头吗？胡说八道！快，何淑妍，有人来了！嫂子，我特意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嫂子，你要的玻璃罐子，我给你拉来了一整车，3000个够你用了吧？还有半扇猪肉呢。这么多，太够了！丫头，别扫雪了，去洗罐子。洗罐子？洗那玩意儿干嘛？洗完3000个罐子，晚上我给你做红烧肉，管够吃，新鲜猪肉做的哟。红烧肉，谁也别跟我抢，这些罐子都是我的。这么多罐子，你打算让他一个人洗？咋，心疼啦？不是，我是怕他洗得太慢，耽误你事儿嘛。嫂子，今天大伙儿休息，我让大家都来帮忙。好，还有同志家属院的嫂子们都来，只要帮忙的，每人1碗红烧肉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那啥，嫂子，我能留这儿帮忙不？滚蛋！你们寺院没活啊？罐子卸了，赶紧走。嘿，卸磨杀驴啊你！就杀驴，还想抢我的活？红烧肉还不够吃呢。我看这2个大老爷们儿为了一口肉争得面红耳赤，无奈笑了笑，进屋开始准备红烧肉。家属院加上研究员一堆人，还好有周刚的半扇猪肉，不然还真不够做呢。真香，这是红烧肉的味儿，咋和我原来闻的不一样嘞？那是焦香，它在煸肉，把多余的油脂煸出来，这样吃它不腻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你个小丫头还懂这个。那是，我跟着我爷爷不说吃遍全国，也是走南闯北，什么好东西没吃过。但这味儿可比我爷爷专供的出自还正啊！姐姐，那你闻闻红烧肉快好了吗？我都要馋死了。小花头，等着，我这就去闻闻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你闪开，挡着我闻味儿了。好嘞。完喽，魏征哥哥失宠喽！红烧肉做好啦。你洗多少啦？180个，不够换肉吗？不够我再洗。够啦，小馋猫，来，第一块给你。怎么会这么好吃？肉皮软弱，肥瘦正好，入口即化，太好吃了吧！陆小曼，你这就有点假了吧？你闭嘴！舒妍姐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姐，不喜欢你魏征哥哥啦？魏征，他算什么东西？除了有点小帅，脑瓜子有点好使，他还有什么？他有这口红烧肉香吗？他根本配不上你的红烧肉。不是，陆小曼，咋的？我告诉你，魏征，以后你要是敢欺负我姐，我拿电报机砸死你！好啦，小曼，端着碗去给外面帮忙的人分肉吧。是，亲姐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分肉喽！都排好队，一人一勺，肉汤管够，不许抢啊！我。
快给我来一勺！刚才闻着味儿，我口水都出来了。多给我来勺汤，我一会儿回去拌饭吃，太香了这。一盆红烧肉给大伙吃得满头大汗，陆小曼更是连盆底都没放过，用馒头将盆蹭得跟洗过一样。直到晚上帮我干活时，还挺着个小肚子。姐，这酱也太香了，4院那帮土包子吃得完吗？要不我帮您卖了，你有渠道？你能帮我把酱卖出去？当然啦，我爷爷可管着整个大西北的后勤部，明天我就给打电话，他要是觉好，我让他把整个西北的采购单都给你拿下来。行啊，事儿办成了，我给你做叫花鸡。叫花鸡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。陆小曼，10点了，滚回你宿舍去。哼，走就走，凶什么凶？姐夫，你小心点，舒妍姐这么优秀，迟早把你休了。他叫我姐夫，咋的？没有魏征哥哥听着舒服？我没有。切，谁知道你有没有？你母亲又来信了，今天跟车过来的。前2天不是刚来吗？又有啥事儿？怎么了？我那个好母亲啊，1000块钱把我卖给他们那一个富户了，好笑吗？这还是在我已婚的情况下。他上次逼你和我离婚就因为这个。1000块钱，我就值那1000块。魏征，他为了1000块要带人来把我绑回去，改嫁给那个我见都见过的人。放心，我会解决，一定。我虽然和原主的母亲根本没有交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大哭一声，也许是为原主不值。哭着哭着，我睡着了，就连魏征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。姐夫，这么晚了你来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对我姐可是忠心耿耿，你别想歪了啊！我要发报。发报？这么晚了发哪儿？静海。魏征哥，你怎么了？表情怎么这么难看？敢觊觎我魏征的媳妇儿，我要让她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亲家，我那闺女可是打小就娇生惯养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保证姑爷看了就喜欢。不对吧？我怎么听说她已经结婚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家别的人没有，你要是敢糊弄我们，呵呵，后果你知道吧？哎呦，哪能啊！我保证，小妍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她过不惯那种苦日子的。听说他俩在那边关系不好，房都没圆，还是黄花大姑娘嘞。最好是我们王家在这京海可是，看我这一天多忙。是，您可是大忙人，手上那么多生意，要是和您结了亲家，我家可是忙。李总，您不能这时候取消合同啊！喂，爸，怎么了？那个研究公司说我们得罪了人，不跟我们合作了。嗨，我当什么事儿？他们不合作，我们就换一家嘛。就是像您家这种企业，你们懂个屁！他说我们得罪的人能量很大，叫我们全行业都封杀了。啥？全行业封杀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？爸，你怎么了？亲家，您这是咋了？你闺女到底嫁了个啥人啊？啥人？不就是西北一个臭搞研究的吗？穷得很，根本没有你。你还敢说？上面有人放话了，要彻底清算我们公司。我几十年的努力啊，全让你给害了。啥？林翠英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老公，我啥也没干啊！还说你啥也没干？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们去接受调查。啥？我……你个屁！你害死了！我到底得罪了啥人了？哼，敢惦记我亲姐，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，真以为我爷爷是吃素的呢。小曼，谢谢你。谢我干啥？应该的。不过说真的，姐夫，昨天你发报那几句词儿真硬啊，连你私印都扣上了。有了那个全国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没想到除了研究报告，私印居然会用到抢媳妇儿这件事上。真帅。聊什么呢？谁抢媳妇儿了？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姐夫为了你……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你没事了？我有什么事儿？哦，你是说昨晚那事儿啊？我想好了，他要敢来，我就跟他干他个鱼死网破。反正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。我姐更帅，只可惜他来不了了。什么来不了了？没啥。今天我们干嘛去？你今天不上班吗？请假了，陪你一天。陪我？正好陪我去找一下彭院长。彭院长？找他干嘛？谈生意呗，我那3000个玻璃罐子总不能拿来装西北风啊。好，那我开车带你去。我也要去。你去干嘛？陪我姐啊。你也不想你冲冠一怒红颜的事被我姐知道吧？那你也不想你姐昨晚做的沙葱肉饼全被我吃光吧？沙葱肉饼哪儿呢？厨房。姐，我不陪你了，你和我姐夫逛2人世界吧。沙葱我来啦。
进来。报告。哟，稀客啊，你们两口子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小何啊，听说你昨天炖了一大锅红烧肉，怎么就不想着给我也送一碗啊？馋得我这流口水。领导，您想吃肉啥时候都有啊，但是嘛，您得把研究院后面的院子拼给我用。你要院子干嘛？当然是干事业啦。关于成立3院家属副食品加工小组的申请，何淑妍啊，3院的食堂还不够你折腾啊？不够，人家食堂是要吃饭的，我要后面那片空地。反正家属院的女人们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把她们组织起来劳动，既借发物资，既能解决有邻单位的伙食，又能安抚家属。您这买卖稳赚不赔。小何啊，这可不是说大话，家属院那么多女人，你能组织得过来吗？不信，咱们试试。好，我就去看看你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。见领导松口，我立马带着他们回到4院，就连后勤部的马干事也没放过。回到院里后，我直接将所有女人召集起来，按照前世管理后厨的经验分派任务。很快，一条制作辣酱的流水线有序地运转起来。没想到小何的组织能力也这么强啊！这么多人居然一点乱子都没出。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这本事，思路清晰，干净利索。如果搞研究的话，你少来，魏院长，你这媳妇儿天生就是个美食家。我们这好容易出这么个人物，你可不能再拉去搞研究了。领导怎么样？我算服了你了。有了你们这批娘子兵，以后我们西北研究院就不愁没吃的了。这个嘛，嘿，领导，我们3院的女人们可不能白干啊！领导，酱我们有，可我们也不能白干啊！你这丫头，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快入冬了，家属院的煤炭配额不够，不要别的，给加工小组批2车好煤，不能让我们冻着手干活吧？小事儿，准了。我办这么大事儿，拿你们一瓶酱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，嫂子们，领导答应给我们送煤了。谢谢领导，谢谢小何嫂子。我到时候再给你们批1车棉布。那就谢谢马干事啦。好说好说，再见了。后院的地定下来后，我们的加工小组正式成立。第2天，领导答应的煤和棉布也按时送到，嫂子们的干劲更足了。而就在大家每天都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我却蹲在那片已经被大雪埋住的碱地边，发愁家属院下一步的动向。看什么呢？天冷了也不多穿点。看我的地啊，刚发芽还没几天，一场大雪全盖住了，我怎么这么背啊？没关系，这是天不作美。大家伙不都没说啥吗？不一样，我本来打算用这地里长菜进一步完善加工小组的项目，现在啥都没了。你愁没有菜？不然呢？你们现在个个天天吃的油嘴马哈的，我难不成担心你们吃不饱？哼，这事我能给你解决。你？当然，我要是解决了，你给我什么奖励？再给你做顿肉。我要你。讨厌，你先能解决再说吧。说实话，像魏征这种每天只知道待在实验室里的顶尖人才，我一直把他当做生活不能自理来着。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把这个事给我解决了。何淑妍，你要的菜我给你弄来了。这么多，你哪儿弄的？大雪封山，老乡家准备卖掉菜卖不出去，没办法求到我们研究院，正好你需要，我就低价收过来了。好啊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有这么多菜，那你昨天还和我……那我不管，咱们昨天可说好了的。哎呀，凑过来点儿，长那么高干嘛？哎呀妈呀，这么多菜哪儿弄的？这都够咱们吃到明年的了吧？得了吧，这些菜不放好的话，几天就得坏。小何嫂子，哎，你们两口子干啥呢？没事，那啥，我去实验室了。哎，我说咱们不会是来早了，耽误人小两口的好事了吧？小何，你下次提前和我们说嘛，我们肯定不出现。对，哎呀，讨厌了你们！快，今天我教大家做冬储菜，学会了不光这些菜不用浪费，今年冬天咱们家属院的饭桌上保证顿不重样。好，1车的菜，我领着嫂子们忙活了整整1天。直到太阳已经下山，大伙儿这才放下手上的活回家做饭。我累得要死，回家一头扎到床上。然而还没等我歇一会儿，魏征就回来了，说出的话好悬没把我气死。今晚不做饭了？就知道吃，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媳妇儿？我可是累了1天了，还让我做饭。这样啊，那好吧，那我就把门外那些好东西送到食堂去喽。好东西？天哪，这么大的羊，还有兔子，从哪儿弄的？老乡送的。为了感谢咱们收了他们的菜，怎么样？这回你有动力做饭了吗？有了。好家伙，这羊可够肥的。这样，你处理羊，剩下俩兔子我今晚就做了它。
你会处理兔子，还是我来吧？小看谁呢？我可是大厨，你乖乖等着吃饭就得了。好吧，我去把羊腿卸了，留着咱们吃，剩下的明天扛到食堂去给大伙打打牙祭。妥嘞，干活。野兔，那可是餐桌上一道难得的美味。想要将野兔做的软烂咸香，没有腥臊柴味，一般的厨师可做不来。当然，何师傅也不一样。热油下锅，加入葱姜、辣椒煸炒后，将预煮好的兔肉倒入锅中，再加入各种调味料，不断翻炒后焖制后，一道细嫩美味的红焖野兔肉就这么诞生了。开饭。好香啊！你做的兔肉竟然一点怪味都没有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赶紧吃吧。这回咱家这香味儿，怕是又要馋哭隔壁小孩喽。妈，你放开我！小何姐姐家做好吃的啦，我要去！你个小犊子，给有点出息！咱们不吃那狐狸精的东西。走，魏院长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天天都有媳妇儿给做好吃的。唉，人家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们就只有闻味儿的份儿喽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吃饭啊！你们闻不到这个味道吗？去干啥？人家两口子过二人世界，你快懂点事儿吧。好吧，那我就忍一晚上，明天再吃吧。给。这什么？我母亲又来信了。他还没完了是吧？行，我就跟他干，谁也别想好过。这不是信，是我这个月的津贴，还有你母亲那边我已经解决了。你咋解？我去，这么多都给我了。你不是说咱家你主内吗？所以这钱都归你管，连我都归你管。嘿嘿嘿，吃，多吃点，难得你有这觉悟。我决定以后给你的伙食档次再上一个台阶。嘿嘿，有钱啦！小财迷。哎，对了，我母亲那边你是怎么解决的？没什么，就是找了些说了些话，总之她不会再来烦你了。这么简单？好吧。对了，我看那羊皮不错，西北的冬天风硬，邪乎得很。原先你总喊膝盖疼，一到阴天下大雨就下不了地。那块羊毛色好，够厚实。等我找老乡数好了，能给你做2副护膝。我膝盖疼，想起来了，又是原主那个作精没事找事儿。不过没想到魏征居然把这当成命给记下了，难得啊。放心，有了护黑以后，你的膝盖就不会疼了。不用啦，我又不是……少废话，起来。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桌子还没收呢，咱俩可还没说到这份啊！少啰嗦。完了，他该不会是想……不行，我还没完全接受他。他要是用抢我咋办？那我岂不是……我操！你居然还有这个调调！什么调调？我给你量个尺寸，做护膝不得量腿围吗？你刚才在想什么呢？你刚才不会是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吧？谁乱想啦？我是看你一点都不专业。得了，羊皮的事你不用管了，梳皮子还有随便你要缝什么，老娘我一个人包了。你还会这些？要你管！滚！别来烦我！今晚你去办公室去，我今晚喝，明天不想看到你。啊！可我还没吃晚饭啊！滚蛋！这又发什么疯了？好吧，那我走了啊。羞死了，大黄丫头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不过反正也是我老公，真要是那啥也没什么吧？咦，不想吧，还是研究这皮子吧。他这是害羞了？羊皮很大，幸好我前世有过处理羊皮的经验。梳成完毕之后，我盘算了一下尺寸，除了为我和魏征一人做1副护膝，还够给魏征那个傻大个做个坎肩儿。第二天，在院里女人的帮助下，我紧赶慢赶，终于在魏征回来之前将这些全部做好。皮子数好了，你还真有这本事啊！喏，你的护膝，还有这个，剩下的料子没处放，顺手给你缝了坎肩。你亲手缝的？咋的？嫌弃啊？不要拉倒！要，当然要。舒言，干嘛啊？谢谢。谢什么谢？我是怕你冻病了，还得……舒言，你昨天说的我听到了。我什么了？我是你老公，真是那啥也没什么吧？那得看你表现。你都给我做衣服了，我的表现还不好吗？好。那我们……院长，魏院长在家吗？老孙，家里气压怎么这么低？咋了？又吵架了？老孙，你最好真有急事儿，
哎呦，不是我，是寺院的周院长又来了。他来干屁？早不来晚不来，辣酱不是给他送过去了吗？我看是好日子过舒服了，让他继续吃糠咽菜去吧。嫂子今天怎么发这么大火？那啥，他这回不是来换酱的，他拉了3卡车的烂苹果，说是请嫂子来救命啊！救人不算，现在连苹果都要我们救，他有病吧？等会儿，苹果咋回事？老孙，你慢点说。是这样的，公社果园遭了动了，运不出去就得烂。周院长说，嫂子要是能把这些苹果变成值钱货，他愿意拿寺院明年的肉票来换。肉票，走去看看。哎，那我呢？乖，咱俩早晚的事哦，肉票要紧，听话啊。早晚的事儿。来到大院，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周院长那么着急。满满3大车苹果表面全都结着白霜，不少已经冻得发黑。周院长更是急得团团转，一看到我赶忙迎了上来：“嫂子，救命啊！嫂子，这可是公社老乡们1年的收成啊！要是处理不掉全烂手里，那老乡们今年就没法活了呀！”不急，我先看看果肉还有水分，能救。太好了，嫂子，只要你能把这些烂摊子收拾了，寺院明年的肉票我分你一半。行了，少废话了，回去把你们寺院库房里的白糖全拉过来。啊，全拉来？那可是我们过年发给同志们的福利啊！想救苹果就听我媳妇儿的，出门怎么都不穿件衣服。太着急，忘了周院长救不救了？救，我这就回去拉。得，看来同志们今晚要熬夜了。你去让小曼广播一下，想来的都来吧，不想动的也不强求，太冷。我这就去。广播通知了没一会儿，不少人就穿着棉袄赶了过来。陆小曼和铁蛋更是冲在最前面，谁也不让谁。姐，咱们今晚做啥好吃的？小何姐姐，我是趁我妈睡着了偷跑出来的，有吃的吗？我好饿啊！小馋猫，一会儿做好了第一个给你吃。好了，人差不多了，同志们，为了帮助老乡解决苹果腐烂的问题，咱们今晚得熬个大夜。不过换来的是明年顿顿吃肉，大伙儿有没有信心？有！好，大家开始分工。在我的组织下，所有人分成了2队，开始清理苹果。过了一会儿，周刚也拉着1车的白糖赶了回来，我立马接手，开始为大家做起了演示。姐，你还没说咱们这次做啥呢？这次啊，咱们做果酱，还有果丹皮。果丹皮，我妈在供销社给我买过，可好吃啦！天哪，姐，你还会做果酱呢？我在市里的高档餐厅吃过，酸酸甜甜的，最适合抹面包啦。对，就是那个，大家看我示范。我将切好的苹果扔进锅里，加完水和糖之后，开始慢慢熬煮。同志们聚精会神地盯着，只有2个人，一个眼神里满是羡慕，另一个则带着一丝不知名的骄傲。嫂子还真是啥都会啊！烂苹果做果酱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也不看看是谁媳妇儿。哎，刚才我就看到了，你啥时候买新坎肩了？不对，你居然舍得花这钱？没买，输赢做的。嫂子还会做衣服，这针脚，这款式，供销社卖的都没这个好吧？那是，魏院这福气咱们是比不了喽。嫂子做饭好吃，还会做衣服，这日子神仙都不换哟。不对呀，魏院，你不是说穿带毛的衣服你身上刺挠吗？现在不刺挠了。我说你这变得也够快的，不过你这大衣外面套坎肩，什么穿搭呀？我媳妇儿让的，她怕我冷。呸！你是真能嘚瑟啊！说话的功夫，果胶已经开始冒泡，果胶正一点点被熬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陆小曼、铁蛋2个小馋猫干脆直接蹲在锅边，静静等待出锅的那一刻。这味儿跟我当初在高档餐厅闻的一样哎！小何姐姐，一会儿能让我先吃不？我肚子都馋得咕咕叫了。 2个馋猫就知道吃，放心吧，我保证一会儿这东西比大白兔奶糖还好吃。好啦，出锅！我先吃！哇！周院长，来吧，尝尝你那1车白糖回本没？嘿嘿，闻这味儿就肯定回本了，绝了！嫂子，这比供销社卖的罐头还好吃100倍啊！哈哈，好吃就成，大伙一人来尝一勺，就按照这个味道熬。啊！你说这小何嫂子是咋研究的？这玩意儿进嘴就舒服啊！怪不得外国人都吃果酱面包，这东西是好吃啊！姐，你这果酱比高档饭店做的都好吃。那啥，果丹皮啥时候做啊？这就做。 趁着大家伙熬着果酱的功夫，我又给大家演示了一遍果丹皮的做法。铁蛋这个小馋猫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，等第1张刚晾好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撕去1块塞进嘴里。就是这个味儿，我妈买的就是这个味儿，你又偷吃。不行，我要给这果丹皮磕头，它怎么比百货大楼里卖的还好吃啊？商品用的都是鲜果，咱们用的是冻果，果味当然更浓啦。嫂子，这果丹皮能做多少？3车苹果怎么也能做几千斤吧？几千斤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咱们怎么吃得完啊？那还是往少了说呢。周院长，
你那点白糖可能不够啊。我这就去打报告，让上面再批点白糖过来，要多少批多少。哎，姐，咱做这么多，反正也吃不完，要不研究研究卖了它嘛？我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渠道，以后再说吧。别啊，你没渠道我有啊，正好我爷爷最近胃口不好，这果断皮和果酱酸甜开胃，我这就给他邮箱过去。你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老领导啊，你好歹吃2口啊！这都2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！拿走拿走，闻着这油腻味儿我就反胃。哎呦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！报告领导，小曼小姐从寺院寄的加急包裹，那疯丫头去西北吃沙子还不消停，寄的什么破烂？小牛啊，打开我看看。哎，黑不溜秋的，西北也没啥好东西啊，您别吃坏了肚子。哼，我孙女寄的毒药我也吃。这味儿居然把我的反胃压下去了。我再看看这个果蛋皮，倒是好久没吃过了啊。哎呦，这酸溜溜的好东西啊！领导，真有那么好吃？我老头子唬你不成？吃了2根，我这胃里倒是感觉有点饿了。把汤给我。哎，您终于肯吃东西了，太好了。不错，这东西好吃还开胃，那个酱闻着也有意思。去给3院去个电话，问问这些是谁做的。哎，我这就去让他们再寄点过来。胡闹！我是让你去问好了货源，今年冬至的慰问品就定它了。先来个3000斤，3000斤。3000斤！哎呦，我这个老妖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姐，咱们3院这回是彻底的发财了！哎，同志们，看来这几天我们有的忙了啦。舒言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大哥，有事咱在这儿说成不？我真是一步都不想走，累死了。那也成，这个给你。雪花膏哪来的？早就买了，看你一直做饭手都糙了，只是没机会给你。哟，咱们魏院长啥时候这么有心啦？谁说咱们魏院长是钢铁直男？你看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？这还用说？他娶了小何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他就该疼。好啦，大家都忙了一夜了，等这一批做完就回去休息吧，身体要紧。等周院长的白糖到了，咱们接着干。好，我扶你回去。还扶姐夫？我姐可是为咱们3院挣钱的主力。我说得背回去，大伙说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凭他们瞎！他们说的很对。没想到这男人的怀里还挺暖和的。何淑妍，别蹭了，我也是男人。好吧，对不住了。3000斤的大单估计要连轴转，接着就是冬至，咱俩的事儿。不急，你不急啊？急，但是考虑到你的身体，我只能不急。嘿嘿，乖，等忙完之后，我好好犒劳犒劳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回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领着家属院的嫂子们2班倒的干，累了魏征就给我按摩，加上研究院同志们的帮忙，终于赶在冬至之前完成了3000斤的大单，而冬至也悄悄来临了。魏征，冬至啦，走，咱们去食堂包饺子吧。冬至意味着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就要来了，而饺子无疑是这一天的最佳美食。等我和魏征来到研究院的食堂后，家属院和研究院的同志们早已经聚在了这里。嫂子来了，嫂子，咱们今天吃什么馅的饺子啊？猪肉大葱的吧，多放点油，那个最香。我要吃！大伙儿别急嘛，咱们人多，肉可能没有那么多，实在不行就再包点素的。谁说没肉的？嫂子，我们4院又来蹭饭了。这群小子包饺子太难吃，我一寻思还是带着食材上你这儿来吃好吃的吧。你这算盘打得真精啊！2扇猪肉，你是想累死我媳妇儿啊？冬至嘛，总要让同志们吃顿好的。嫂子，你说咱们怎么干？好，一会儿大家伙分工，和面的和面，剁肉的剁肉，最后我来调馅儿。热闹是国人最喜爱不过的事，整个食堂热火朝天，人们一边说着这一年的变化，一边手里包着饺子，就好像一家人一样。你们说这小何嫂子从哪学的这些？同样的东西，人家调的馅儿咋就这么香呢？是啊，就闻着馅儿我都饿了。今晚我要吃20个饺子。嘿，我要吃30个，馋死我了。大家伙先包着，我这里有10颗红枣和10枚硬币，一会儿包到饺子里，吃到红枣的早生贵子，吃到硬币的财源广进啊！哈哈，还是嫂子有主意，我要财源广进。那我要早生贵子，我家也该添个娃娃了。舒妍，你能不能给自己包个红枣的做上记号？你能不能给自己包个红枣的做上记号？做那玩意儿干嘛？我想，姐夫想早生贵子呗。陆小曼，哎呀，魏院长，您这有啥害羞的？小何嫂子这肚子也该鼓起来了。是啊，给咱们3院再添一个知识子，为国争光啊！我说还是生个女娃娃，不然小何这一身手艺不就失传啦？男娃娃也可以学做饭吗？对，
一个又会做饭又会搞研究的娃娃，以后肯定错不了。我看着同志们的欢笑，心里忽然涌现出一股就连前世都没有的融入感。当然，我还是在硬币和红枣的饺子上都做了记号。硬币自然是让我男人事业有成，至于红枣，能生一个魏征的孩子，应该也不错。同志们，虽然还没到新年，但今日我们欢聚一堂，来，大家举杯，希望我们第4研究院越来越好，干！开吃。我姐做的饺子就是好吃，这馅儿太香了。哎呦，这糖醋排骨也太好吃了吧！我连骨头都想吃了。上次红烧肉我就没吃到，这次我一定要吃回来。我吃到硬币了，今年我们4院一定再创新高。我吃到红枣了，当家的晚上回去更使把劲儿。舒言，我让你包记号的，你包了没啊？你就这么急着跟我要孩子啊？要孩子嘛，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什么？我心里想好了要求，可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下，在我卸下这连轴断的责任时，疲惫如山洪般袭来，原主这副娇弱的小身板再也扛不住，我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，魏哲的脸在我眼中越来越模糊。终于，我一头扎进了魏征怀里。舒言，小何这是咋的了？咱们也没喝酒啊，不会是病了吧？小何嫂子这2天连轴转，连歇都没歇过。好烫，这咋办啊？废话，赶紧送我姐去医务室啊！老刘，快抱上嫂子跟我走！我一把抱起何舒言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她的身体竟然这么瘦弱，瘦到能撑起3院的半边天。把嫂子放床上，除了魏院，其他人都出去。来这么多人干什么？我们担心嫂子呀！老刘，你别废话了，赶紧给看吧。是啊，嫂子到底咋样了？老刘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不行，让我爷爷送院调医生过来。好了，都闭嘴。老刘，舒言这是怎么了？高烧，劳累过度加上外感风寒，这底子太虚了。先吃退烧药，再吊2盆盐水。吃打？那你还等啥呢？赶紧的！你急个屁！我不得配药吗？2分钟后，何舒言顺利挂上了盐水，他一整张小脸红扑扑的，就是呼吸还是那么急促。不过老刘说他只要休息就没事了，可我还是有些担心。魏征，醒了，嫂子醒了。并没有，这是烧糊涂了，说糊涂了。小点声，我听听我媳妇说啥。魏征，我在呢，去干什么？你说，我这就去。去把碗刷了。好啦，姐夫，这次就放过你，留你在这儿陪我姐吧。那些碗我们替你刷啦。走啦，咱们回去收拾收拾。刘委员长在这儿陪床吧。黑月，好好照顾嫂子哟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回去抓紧休息吧。以后咱家的碗我都刷了。我守了一夜，第2天老刘说舒言没事了，回去多休息就好。我将还在沉睡的他包成个粽子抱回家后，将家里烧得暖暖乎乎，接着就开始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煮粥。什么东西烧焦了？你在干嘛？你醒了？病还没好，出来干嘛？赶紧回去休息，粥马上就好。你管那里面的玩意儿叫粥？对不起，我只会做面条，不会煮粥。以后我学。学什么？学做饭。你生病了，我连碗粥都熬不好。好啊，我教你。不过现在嘛，咱俩是不是先学点别的？别的不行，你还生着病呢。谁说不行？我说行就行。我的身体终于完全恢复，几天没有出门。当我刚想呼吸一波新鲜空气时，在看到满院子的狼藉，当时就愣住了。什么情况？我家让炮崩了！哎，老公，咱家这是怎么了？醒了，怎么不多休息会儿？咱家都快成废墟了，我还休息？没有，是我想将院子改一下。你身体不好，我将院墙加高，这样冷风就吹不进来了。算你有心。这地是咋回事？你在院里藏宝贝找不到了？我想着院里空着也是空着，开出地来，来年开春你可以种点菜。那这架子呢？你刚来驻地的时候，在屋里摔盘子，你妈这破地方连根草都长不下来。你说你想要个带葡萄架的小院子，喏，架子。你居然都记得？现在种不了葡萄，等开春了，我去找老乡问问，看能不能弄到几根葡萄。我身上脏。傻瓜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，脏我也喜欢。院子我弄好了，以后安心过日子吧。我人都是你的了，还能去哪儿？不过嘛，别想这几根破木头就把我打发了。还缺什么？我这就去弄。缺个会做饭的男人。我教你生火，你要包揽以后所有的家务，洗碗、扫地、洗衣服，还有……好，都听你的。干活，
我要让咱们的小家辉煌起来。对了，后天公社那边有边民护市，你要不要去？边民护市。所谓边民护市，就是在西北边境的一些小镇上，偶尔会有周围的牧民和邻国边民过来交换物资，这么一个淘货的好机会，我当然不能放过。2天后，我装了满满一兜子东西，跟着魏征来到了公社大集。这里的东西杂七杂八，什么都有，看上了什么就去换，我帮你翻译。茶砖、甘草药，还有整罩的羊皮呢，这集市可比咱们那儿的赶集强多了。这里的东西多数有地域性，不过我们需求的不多，来的人也少。主要是多数都不认识，不知道怎么用。我知道啊，老公，你快看那个，这里居然还有孜然哎！孜然这个草料，西北的荒原上有很多啊，没人要的。和这个一模一样。那我不确定。那不就得了？大叔，这个怎么換？他说啥？他听不懂汉语，他说他只换茶羹和盐巴。啊？可是那2个我都没有啊！哎，大叔，要不你尝尝这个？不要美丽克，吃。怎么好像2个聋哑人呢？受吃。他说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他愿意换。成功在牧民这儿换了一堆香料，接着我又故技重施，在其他摊位挨个扫货，有我的果酱和辣酱在，再加上魏征这个翻译，没用多一会儿，我就换了个盆满钵满。你换这么多东西都能用得到吗？你不懂，这可都是最顶级的香料，没添加任何科技与狠活，很稀有的。科技我懂，啥是狠活？就是厉害的意思。不说这个，你们都不认识香料吗？13香算吗？好吧，这个好地方摊上你们这群不识货的人，也是他的悲哀啊。哎，不对，我好像发现一条大路。大路去哪儿的？不是走的路。你看啊，咱们西北缺物资，但外面的牧民更缺成品的调料和熟食，对吧？是有这个情况。那不就行啦？他们有顶级的牛羊肉、珍贵的香料、上好的皮毛，我们有手艺，只要把食品加工厂开起来，把我们的酱料、果丹、皮、肉干做成规模。你是想将边民护市正规化？对啊，不光西北和边民护市，我们还可以将换来的物资加工卖到内地。老公，这可是一条黄金商道啊！只要打通这缺口，我们就能在边境线上建起一个食品帝国。好，你都不问问具体怎么做就说好。你说能行就能行，放手去做，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。老公，不对啊，你们研究院一群知识分子，这么简单贸易往来都想不到。那个，我们每天都忙着做实验，你也看到了，你没来之前我们吃饭都费劲，谁会心思那个啊？可怜的娃，放心，如今姐来了，就不会再让你们过回之前的苦日子。走，回家姐给你烤串去。研究院的，去把木条削成竹签子，每个人再用开水烫一遍。是。老孙，带着食堂的把羊肉切了，肥瘦相间，拇指大小啊。好嘞。魏征，带着人去生炭，不要明火，只要炭。明白，媳妇儿。陆小曼。哎，姐，需要我干啥？我需要你离我的香料远一点，哈喇子都要流进去了。姐，这香料实在太香了，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做菜。烤羊肉真的会好吃吗？当然，等一会儿我调完口味腌制之后，保证烤出来的肉让你把舌头都吞下去。嫂子，这肥肉真要烤吗？用来炼油多好啊！直接拿火烤，油全滴进炭里烧没了，多可惜啊！老孙，这油滴进炭里激出来的烟气熏在肉上，那是烤肉的精髓呢。这还是有点可惜啊。见周围人都是一副和老孙一样的表情，我索性先拿起一串串好的肉串烤了起来，加上我亲手调配的香料。没过一会儿，整个院子里就充满了羊肉串的香气。这味儿太冲了吧！居然把肉串和香料的味道结合了，香，真香啊！乖乖，那油滴在炭上飘起来的烟，居然也能成为香料的一部分。嫂子，我算服你了。好了，谁先尝尝？哇，太好吃了吧！瘦肉软嫩，肥肉一口爆香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肉串。陆小曼，你少吃点，给我留一口。别抢，串好的肉串一会儿给我拿过来，咱们正式开烤。随着肉串腌制串好端上来，我一边讲解一边开烤，所有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，口水流出来都不知道。等到第一批肉串烤好之后，他们的眼睛立马亮了。舒言，作为你老公，我是不是能吃第一串啊？你走开！姐，你是我亲姐，这第一串给我吧。少来，你刚才都吃完一串了，嫂子，还是给我吧，这样一会儿我也好帮你烤，不是？都有，一人2串，不许多拿啊。不知道有没有我的？老远就闻到你们院里的香味儿，原来是在烤肉啊！我来的还真是时候。小何啊，给我来一串。领导也得排队啊！你说什么？没啥。你尝尝刚烤好的羊肉串，怎么样？
这味儿绝了啊，一点膻味没有，还越嚼越香。还有这上面的香料，我应该吃过的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领导，这叫孜然。魏征说戈壁滩上有的是，老乡叫它安息茴香。对，孜然就是这个。魏征，有时间派人去多采点回来，给同志们改善伙食。是。那啥，领导，我们能吃了吗？大伙儿吃吧。魏征，你等下，我和你说点事儿。说啥？一会儿没了。我要说的是2号实验点的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昨天2号实验点突然失去联系，我们一直在沟通，但始终无法联系上。我们怀疑他出事了。2号实验点事关重大，领导，我带人去戈壁检查。给你俩边吃边聊。舒言，哎，啥事儿？那什么，小何啊，你这真是把寺院弄得风生水起啊，连肉串都搞上了。我真期待过一阵你下次再给我惊喜啊。领导哪用过一阵，我现在就给你。老孙啊，把仓库里我晾的肉干拿出来。好嘞，你们别全吃光了，给我留着啊。嫂子，给。嫂子，这又是啥？怎么看着跟硬纸板似的？看起来硬邦邦的，能吃吗？小何，讲讲吧，怎么给我这个惊喜？领导，您先尝尝。这真能吃？嘿，你还别说，这玩意儿挺有嚼劲啊，而越嚼越香，就是有点费腮帮子。我也要吃。好硬啊，不过好好吃，切成条放兜里可以当零食。嫂子原来就是这么想的，就为了院里的同志们有时候不按时吃饭。哦，小何，说说你的想法。领导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院里的同志们有时候忙于研究，经常废寝忘食，这个肉干容易存放，还特别解饿，最适合同志们忙的时候吃了。好东西。小何啊，你这东西要是发给咱们驻外的同志，可比那些硬邦邦的压缩饼干强100倍啊！我代表西北研究院全体同仁感谢你。领导客气了，我就是个厨子，能让同志们吃好点，那是我的本分。魏征啊，你媳妇儿这是立功了啊，骄傲不？骄傲！领导放心，此次驻外我也一定不辱使命。等会儿，驻外？什么驻外？驻外？什么驻外？魏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媳妇儿，我刚才没来得及跟你说，戈壁一个实验点出了问题，我必须带人过去检查，那涉及到我们西北研究院几年的心血啊！不会是2号实验点吧？肯定是啊，只有2号实验点处于野兽出没区，别的地方都有人驻守的，不会是实验点被野兽袭击了吧？哎，我知道的得有这一天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去那里会有危险？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不会的，我们会和巡防队一块儿，顺利的话1个月就回来了。那不顺利呢？不顺利，你是不是就回不来了？不会的，小何，你别担心。魏哲是我们国家顶级的研究人员，培养这样一个人才，国家是付出了许多的，绝对不会让他有事。你们拿什么保证？那是我老公，我男人，万一他真有什么意外，魏征，要不我让周刚去吧，让家属放心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彭院，2号实验点我最了解，还是我去吧。这边你放心，我会和舒言好好说的。好吧，这是你们之前卖果丹皮的尾款，上面也打过来了。小何他，你好好劝劝吧。烤肉聚会在我的哭声中草草结束。有了驻外的事情，就算美食再诱人，同志们也没了吃的心思。被选中的人回宿舍收拾行李，没被选中的暗自庆幸，而我一言不发。舒言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魏征，你说实话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魏征，你说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舒言，我发誓，我心里绝对有你。一开始你每天都作，我没办法了才要和你离婚，之后你变了，变得让我越来越喜欢你，在我心里的分量也越来越重。我没有父母，现在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。那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其实我也不是不懂事儿，我就是听你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感觉如果不闹一下，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该那么做，让你和彭院长都难堪了。傻媳妇儿，只有你这么一闹，我才知道你心里也有我。放心，在家乖乖等我回来，很快，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过这个新年。我也不能闲着，正好这段时间你不在，我要把咱俩上次说的边民护士的事搞起来，争取在你回来之前就有所起色。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啊，你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。因为只有那样，我才能让自己不去想你。乖，我很快就回来，一定。魏征走了，就在第2天早上，甚至都没有跟我告别。也许是他怕我再闹一场，他还是小看了我。既然他能守着国家的研究成果，那我就能守着这个家，等他回来。姐，看啥呢？看路。啥路？我姐夫不是一早就走了吗？是致富之路。小曼，你不是说你爷爷掌管咱们整个西北研究院的后勤吗？给我牵个线呗。哈，姐，你不是想姐夫啊？想他干嘛？反正早晚都要回来。咱们女人啊，要撑起自己的一片天。进来。
小曼，你这妮子怎么还学会敲门了？这位是爷爷，我这不是想您了吗？顺便给您介绍亲姐。亲姐？你爸啥时候还有个闺女了？我咋不知道？陆老爷子，您别听小曼瞎说，我叫何淑妍，是她的朋友，今天特意来看看您。好，丫头有心了，来，过来坐。哎，爷爷，我跟您说，上次给您寄的果丹皮还有果酱，就是我姐做的，好吃吧？哦，小何，那真是你的手艺，很了不起啊！你是不知道，上次小曼给我寄的那些，我还没怎么吃呢，就被疗养院这些老哥们儿全都抢走了。要不是后面你们又做出来3000斤，老头子我可都要馋死了。陆老，您喜欢就行，以后只要您想吃，我随时给您做。好，你这丫头好啊！说吧，今天来找爷爷什么事儿？爷爷，我们就是来看看您嘛。你这臭丫头，我还不知道你。黄鼠狼给鸡拜年。说吧，你们两个想干嘛？是调动工作啊，还是家里有困难了？陆老，您放心，我男人是第3研究院的魏征，那些违反纪律的事儿肯定不会做的。哦，你是魏征的媳妇儿？不对呀，小曼不是一直喜欢他魏征哥哥吗？我还听说魏征他娶了个爷爷，那都是别人嚼舌根的。我姐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没有别的女人比她更好了。啊？哦，原来这样，小何啊，我这孙女从小我娇惯坏了，能让她看中的人可不多哟。就冲这点，说吧，丫头，你想干什么？陆老，我想开一条商贸线。商贸线？我将之前同魏征讲过的，又加了一些这段时间我的想法，全盘托出之后，陆老没有答应，也没有第一时间拒绝，而是坐在那里沉思起来。爷爷，您就答应嘛，我姐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儿，她敢这么干，肯定是心里有数的。小曼，你闭嘴，这件事很重要，我要和何淑妍同志好好聊聊。突然就正经起来了。何淑妍同志，实话说，你的这个想法曾经我也想过。边民是一个大宝藏，国家之所以一直没有扩展这块，一是我们西壁偏远，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交换；二是我们的技术还很落后，懂得加工的人才都聚集在南方，不愿意到这个穷乡僻壤来。我说的你能理解吗？陆老，这点我完全赞同，但那只是原来，现在不一样，因为我来了。哦，你这么自信？没错，小曼，将咱们带的东西给陆老看看。好嘞。爷爷，这是果酱还有果丹皮，您吃过的就不介绍了。这个肉干可以长时间储存，顶饿还方便。这个辣酱，不管是拌饭还是夹馒头，甚至做菜都行。还有这个调味料，八宝饭、炸米汤，哎呀，太多了，我都介绍不过来了。陆老，不光如此，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源，边民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加工。家属院的嫂子们也各有技能，不光局限于食物这一块，皮子、香料、草药，只要是能交换的，我们都可以拿来加工，出口内地。这些都是你们做的？准确来说，都是我姐一个人研究的。我都说了，我姐是个有大本事的人，只要您点头，我姐可以让咱们大西北彻底富起来。陆老，您还有什么想问的，我都可以一一为您解答，请您相信我，这绝对不是头脑一热，而是经过我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。你的想法很大胆，展示的东西也很有说服力。可是小何啊，你要知道这条商贸线可不是小作坊，那涉及到整个西北边境的组织统筹，你就一个人能行吗？怎么就我姐一个了？那不还有我呢吗？没错，不光小曼，还有我们全家属院的嫂子们，这只是个试点。如果扩大规模，我会将西北所有研究院下属家属院的居家妇女全部动员起来。男人们为国家做研究，我们女人就为国家搞经济。哈哈，好，有志气。通讯员，领导，去给各研究院下份文件，以我的名义，就8个字儿：一切配合小何工作。是。耶，我就知道爷爷最好啦！多谢陆老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也希望看到咱们西北在你的组织下走出戈壁的一天啊！有了陆老的文件，边民商贸正式成立。作为试点，我们3院首先动员所有女人全部出动，利用手上空余的资源向边民换取物资，回来后又加工成各种货品。1个月后，陆老亲自批了一条线。当第一批货物被火车拉走时，所有人的眼眶都湿润了。真想不到，有一天我居然可以参与到这么伟大的项目里来。是啊，要不是小何嫂子，咱们恐怕一辈子就在做饭带孩子了。我看这回谁还说咱们是家庭妇女，咱们这才叫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姐，照这么个办法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3院就真正发财了。到时候让姐夫回来吓他一跳。是啊，让他回来。魏征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居然损毁的这么严重，看来要修起来得费些时间了。还好，看起来不像是野兽袭击，倒像是被风刮的。魏院长，咱们就在这儿扎营吧，你们好好修补试验设备，安全方面由我们保证。好，辛苦各位了，我们会很快结束的。巡逻队，等，什么声音？是狼，不对，是狼群。文渊，
你们快站在中心，巡逻队做好战斗准备。舒言，魏征，嫂子，不好了！是不是魏征出事了？上面刚刚打来电话，说是老魏他们在戈壁失联，巡逻队已经追加了2队人过去，马上就……哎，嫂子！我不知道我又睡了多久，我只知道自己是从研究院的医务室醒来，身边依旧没有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。嫂子，你醒了？嫂子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魏征呢？魏征怎么样了？嫂子，您先别急，姐夫他不会有事的。巡逻队已经去了4拨人，相信肯定会把姐夫找回来的。不行，我要回家，他回来了一定会回家，我得回家等。嫂子，你必须在这儿养着。你怀孕了？我怀孕了？是啊，头3个月不能动了胎气，所以你得好好养着，千万不能乱动。我会一直在这儿照顾你。魏征，你要的孩子我给你怀上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哦，过年喽，放炮喽！混账小子，不许放炮，再吵到孕妇。孕妇是小何姐姐吗？她都怀宝宝了，魏征叔叔怎么还不回来？唉，也是个苦命的人啊。宝宝，今天过年了，不知道你爸爸那边能不能吃到饺子？上次妈做饺子，他可是吃了1盘呢，没有我调的馅儿，他应该吃不进去吧？是老孙吗？面和菜就放门口吧，饺子我晚些再包。我不是说了，我晚些。媳妇儿，我饿了。你个混蛋！你就这么把我们娘俩扔下，混蛋！你别回来啊！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无论多远，只要你们娘俩在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啥？娘俩？我怀孕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当爸爸了！我当爸爸了！各位，今天我就越俎代庖，替咱们魏院长来个新年致辞。这第1杯酒，敬我们3院九死一生安全返回的同志们，干！哎呦呦，我的祖宗，你可不能喝酒啊！嘻，我这是饮料，商贸线前2天刚弄回来的。你媳妇儿厉害吧？商贸线弄成了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那2位同志不许说小话。这第2杯酒，敬我们伟大的妇女同志，是你们让我们西北越来越好，干！这第3杯酒嘛，第3杯酒，祝我们大西北越来越好。我先干了。我这媳妇儿咋比我这院长还硬气啦？